相亲时遇到了占有欲超强的病娇邻家妹，然后被一闷棍拖走了。再醒来就被绑在了出租屋的床上，被折腾了3天3夜后，木薯最终还是弹尽粮绝，两眼一黑。他从来没想到记忆中的很可爱的邻家小妹，竟然会如此的疯狂。这下哥哥不会再去跟别人相亲了吧？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。此刻，重生回8岁的木薯被隔壁的打骂声惊醒。女孩从小就被虐待，暴力和压抑充斥着她的童年。喝酒的爸，逃跑的妈，还有被丢下的她。小孩子们都嘲笑她，说她是没人要的孩子。小孩子的恶意总是简单而直接的。这个时候的木薯虽然没欺负过她，可是在学校里，她总是随大流的，从来不会主动去接近她。我这也算是隐形暴力吧？阮西西怎么会喜欢上我的？这次我还要继续旁观吗？小鼠，帮妈妈去买个酱油，但是不要偷偷买糖吃了，要蛀牙了。切，小孩子才吃糖，我要吃臭豆腐。最后他还是只买到了棉花糖，因为臭豆腐摊子没开。这时木薯看见了一个人，是阮西西。小姑娘满脸都是伤痕，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对上那充斥着恨意的双眼。木薯上辈子被他压在身下的恐惧都要压不住，所以脑子一片空白的他伸出了自己的手。你吃吗？他愣住了，恨意在这一刻变成了不知所措。最后女孩露出了一个甜美的笑，颤抖着接过了他手里的棉花糖，他手上甚至还有烟头烫过的红肿痕迹。谢谢哥哥。见他接过了棉花糖，木薯连忙越过他想上楼。虽然现在的阮西西还小，可是木薯是真的挺怕的。木薯的脚步很匆忙，可是很快他就听到身后有个很轻的脚步一直跟着他，转头就对上了那双明亮的大眼睛。哥哥你还吃吗？我就吃了一点，你吃这边，不脏的。这么软萌的女孩，怎么到后面就长成了那么疯批的样子？他刚要开口拒绝，就被出来找他的苏英看见了，一眼就看见了木薯在抢阮西西的棉花糖。你要死啊，还抢妹妹的棉花糖。阮西西见到大人，本能的想要往后退，哎，后面是楼梯。可是已经晚了，阮西西已经整个从楼梯上滚下去了。西西，你没事吧？肯定很疼吧？阮西西硬是一声不吭，只是看着脏了的棉花糖，眼泪要掉不掉的。这个样子可把苏英心疼坏了。依依带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不去，我没钱，他们会找爸爸的。然后爸爸就会去找到他，会在外面打他。苏英沉默了一下，很是温柔。没关系，依依家里有医生。说真的，木薯上辈子活到26岁都没见他老妈这么温柔过。回到家，他立刻指着坐在沙发上的阮西西解释：棉花糖是我给他买的，我可一口没吃上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敢吃了。你干嘛这么害怕？我要是不解释，老妈指定揍我。西西别怕，阿姨不骂人的，哥哥给你了你就吃没关系的。不管怎么看，这可怜的女孩都跟变态扯不上关系，说好远离，这下好了，直接带回家了。木薯看着正满脸心疼的给阮西西上药的老妈，忽然想起来上辈子他妈妈是问过木薯的。妈妈把对面的妹妹接过来陪你玩好不好？我不要跟她玩，在学校里大家都不喜欢跟她玩的，我要是跟她一起玩，学校里的同学就不理我了。甚至在苏英把人带过来的时候大哭大闹，最后苏英还是没能把阮西西带进门。原来打破你希望的人是我，我真该死啊！怪不得那时候你会说那种话。为什么我不能做你妹妹呢？我好羡慕你啊！我给你做老婆好不好？也算是一家人了。想到这里，木薯叹了口气，起身去自己的房间，把偷偷藏的零食都拿出来了。你先吃点吧，我妈一会儿就做好饭了，她做饭老好吃了。阮西西却不敢接，条件反射的看了一眼苏英，那个小心的样子让人看得心里发紧。苏英瞪了一眼偷偷藏零食的儿子。好了，你吃，没关系的。小鼠，你跟我来。完了，不会又要挨打了吧？希望这次不要打屁股了，毕竟我已经26了。小鼠喜欢妹妹吗？妹妹好可怜的，你看她身上都是伤。苏英说话的时候小心地观察着儿子的神色，就怕他表现出反感的情绪。木薯知道老妈大概想说什么的。上辈子自己又哭又闹的拒绝了，要是这辈子我没拒绝，直接言传身教给他掰直了，那我也不用死了。毕竟这个时候的小丫头看起来还是很无害的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想收留妹妹啊？可是她有爸爸。虽然有爸爸，可是平时她爸爸都不回家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妹妹能来我们家吗？妹妹来了还能陪你玩呢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没意见。儿子真懂事，妈妈还以为你会不愿意呢。然后就带着阮西西回家拿衣服。小丫头大概是以为自己要被赶出去了，脸色有些白，看着一旁木薯的目光很复杂。苏英见他走得很慢，一直看着木薯，干脆把儿子一把抓住。西西别怕，依依和哥哥陪你回去拿衣服。你爸爸刚出去了，估计没这么快回来。今天你来阿姨家吃饭和睡觉好不好？苏英毕竟跟阮大天做了这么多年邻居，自然是知道这人每次去喝酒少则3、4天，多则10天半个月不回来的。孩子能活下来全靠周围邻居心软。可是即使大家觉得这孩子可怜，也没人敢收留，因为之前也有人报过警，带过孩子回家，结果阮大天直接告人家拐带孩子。警察走了之后，他还往人家门口丢垃圾，骂人家人贩子。后来也就没人敢收留阮西西了，最多是看到了分一口吃的。漂亮可爱的小姑娘就这么成了个小乞丐。阮西西听到苏英的话，眼睛发亮，伸出小手小心地扯住了木薯的衣服，小声又认真：哥哥，我手不脏的。木薯看着满脸讨好的小丫头，心中莫名难受。苏英带着2个孩子来到了对面，屋子里满是异味，到处都是被打砸的痕迹。木薯顿时想到了阮西西脸上的伤，本以为她会害怕，没想到却看到了她冷漠的表情，目光落在血迹上，好像还带着嘲讽。
坏了，他不会是已经出问题了吧？希望一切都来得及。说是收拾东西，其实根本没什么东西可以收拾。他身上的衣服早就不合身了。5岁那年他妈妈跑了以后，就再也没人给他准备这些了。没关系，姨给你买新的。这阵子你住姨姨家，等你爸回来了，我会自己回来的，苏姨，我不会让他发现的。乖巧又懂事的女孩总是让人心生好感。江父是一名医生，给他处理伤口时，他甚至还安慰苏英：苏姨，我知道被打要蜷缩起来的，不会被打到脑子和骨头的。这句话杀伤力太大，直接就击穿了3人的防线。当天晚上，木薯的鸡腿就都到了阮西西的碗里。相亲时遇到了占有欲超强的病娇邻家妹，然后被一闷棍拖走了，再醒来就被绑在了出租屋的床上，被折腾了3天3夜后，木薯最终还是弹尽粮绝，两眼一黑。他从来没想到记忆中的很可爱的邻家小妹，竟然会如此的疯狂。这下哥哥不会再去跟别人相亲了吧？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。重生回到8岁那年，趁着小丫头还没有出问题，我决定帮她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。妈，男女7岁不同席呀，我们都8岁了，不合适。就一晚上，家里没房间了，明天我跟你爸买个上下床，你让妹妹，总不能让她跟我和你爸爸一起睡啊。而且西西现在见到江医生都本能的害怕呢。那我跟我爸睡，你俩一起睡。不行，现在还不确定那丫头有没有出问题，别伤着我妈妈了。算了，还是跟我睡吧。阮西西过来。哥哥，我睡觉不动的。好了，妈你也回去睡吧。苏英看看自己的儿子，又看看乖巧的阮西西，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就离开了。最后木薯跟阮西西一人躺一边，木薯今晚不准备睡了，打算一直盯着阮西西，他有点不放心这丫头。结果身旁的人动了一下，就吓他一跳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刚刚想干嘛？我后背又疼又痒，我想翻个身。我不动了。木薯看着正小心翼翼盯着自己看的小姑娘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阮西西长得很好看，哪怕此刻脸上带满了伤，木薯又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她的后背，还有身上的伤。你在害怕什么？你要明白，她不是上辈子的疯批阮西西，现在的她只是个遭受虐待的可怜小丫头。哥哥，其实我可以睡地上的，我之前在家里也是睡阳台的，你要是不想和我睡地上干嘛？一起睡。哥哥，你不用为难的。为什么难？赶紧睡，我困了。木薯干脆不再看他，他以为自己会睡不着的，可他忘了他才8岁，没几分钟就呼呼的睡着了。反倒是一旁的阮西西眼睛还是睁得很大，听着木薯平稳的呼吸声，他慢慢的靠了过去。哥哥今天好奇怪，平时他看见自己转头就走的，今天竟然给了我棉花糖，还带我回家了。小姑娘愣愣的看着木薯，她很喜欢这里。她经常听见苏英骂木薯的声音，木薯顶嘴的声音，还有电视机的声音。可是阿姨骂她的声音又跟他们家的打骂声不一样。她经常看到对门的小胖子这么大了还会被他爸爸背回家。她妈妈会在夏天给他买西瓜，冬天给他买烤红薯，嘴里说着骂他的话，却什么都会给他买。她在学校也有很多的朋友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其实她也喜欢他的。她记得小时候她给自己分过糖的，也牵过他的手一起玩。可是后来她妈妈走了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她跟她这种阴沟里的臭虫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哥哥，如果我也是你的家人，该多好啊！他伸出自己满是伤痕的手，想要碰一下木薯白胖的脸，可是又像是觉得自己很脏，最后也只敢隔着衣服轻轻地戳了一下木薯的小肚子。那柔软的触感让他终于露出了一点孩童该有的觉得好玩的笑容。就在他打算躺回去的时候，木薯一个翻身，手脚直接全压在了他的身上。被紧紧抱住的阮西西愣住，上次他被这么搂着睡觉，是妈妈还在的时候。他缓缓地把自己的小脑袋靠近了木薯的胸前。晚安，哥哥。木薯，你要死啊！妹妹都被你压扁了。没事的，苏姨，哥哥可能怕我冷。我昨晚好像确实抱了一个很舒服的抱枕，这个抱枕不会就是阮西西吧？看看西西身上的伤口有没有蹭到。很好，这下木薯确定了，抱枕就是阮西西。还好没有蹭到伤口。你个臭小子，压到妹妹了都不知道。你都不会开口叫醒我或者推开我的吗？可是哥哥抱着我睡，我没有做噩梦了。谢谢哥哥。不是，小变态小时候是真的有点可爱呀，我这种猛男可顶不住，很想要这样的妹妹呀。只是他后来怎么就变异了呢？木薯更心塞了，自从他觉得阮西西有点可爱开始，就发现她是真的很可爱。那天苏英直接带着阮西西出门买东西了，阮西西除了书包和书这些之外，连合身一点的衣服都没有。中午回来的时候，阮西西已经换上了新衣服，头发也修剪过了。她偷偷的凑过来塞给木薯一颗糖。哥哥，我偷偷藏起来的，苏姨他们不知道。说完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就这么看着木薯。8岁的木薯确实很喜欢吃糖，他看着小姑娘眼里的期待。妈的，猛男心软。他看了一眼正在他房间商量着怎么装床的爸妈，然后拆开了奶糖的包装，飞快地塞进了阮西西嘴里。小孩才喜欢吃糖。估计是拆糖果包装的声音太响了。苏英猛地转头看着木薯，小鼠，你是不是又偷偷吃糖了？你牙还要不要了？苏姨，不是哥哥，是我。苏英一愣，随即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。我明明看到西西塞给小鱼一颗糖的，这小子叨了嘴边的糖，竟然还能忍住不吃。
妈妈，你那什么表情？我不爱吃糖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毕竟上辈子牙疼是真要命了，这次当然不敢了。阮西西在一旁可可爱爱的附和道：“哥哥很乖，他不吃。”你这可爱的过分了。后面几天，两人住一个房间，变成了上下床的室友。木薯被苏英关在家里赶作业了，因为准备开学了。身为初中老师的苏英，每天要回去学校开会，不能出门的木薯身后跟了个小尾巴。他做作业，阮西西就在一旁看书。阮西西的成绩很好，早就做完暑假作业了。他们俩都上学早，木薯是因为父母都忙，阮西西则是因为他妈妈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要跑了，他怕孩子留在家时间多，挨打更多。木薯觉得他确实挺可怜的。某天上学回来，妈妈丢下他就跑了，之后阮大天就天天打他。察觉到木薯一直看着他，阮西西扭头问道：“你是想看电视了吗？那我们偷偷看一会，我不告诉苏姨。还是你想吃西瓜了？我去给你拿。”木薯看着他那清澈的双眼，已经开始怀疑当初看到他冷漠的样子，是不是心理作用看错了。这几天两人在家，阮西西基本就是木薯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连疑问都不带有的。苏英要是回来检查木薯的作业没完成，他都不需要想借口。苏姨都怪我。每次看他这样，苏英都心疼死了，哪里还会怪他？但是木薯却觉得他虽然年纪小，但是茶味好像有点不确定，得再观察看看。毕竟他太乖，太可爱了。女孩和她妈妈每天都要被打。当她看着妈妈再一次被打的时候，她转身进了厨房，拿起了菜刀，挥向了她的人渣父亲。可惜他力量太小了，他只有5岁，他被一脚踢开。他妈妈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他再怎么不是东西，他都是你爸爸啊！”于是他妈妈跑了，害怕的跑了，丢下了5岁的他，丢进了那没有色彩的黑白世界里。西西的伤刚好，你是哥哥，在学校你要护着点他。叔叔，我会保护哥哥的。你这丫头说话还真是好听。木薯习惯性的以为他就是日常卖乖，可他没想到阮西西说的都是真的。喂，你不能坐在这里，小乞丐就该坐在垃圾堆里。说着还把阮西西的新书包扔到了地上，这是苏英给他买的，他宝贝的厉害，甚至昨晚都是抱着睡的。阮西西低着头，眼里多了一丝狠厉。周萱萱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你凭什么丢他的新书包？而且这是空位，怎么就不能坐了？咦，真的是新的，衣服也是新的。今天的阮西西一点都不脏哎。小孩子的善恶很容易被左右，他们之前觉得阮西西脏就孤立她，现在觉得她漂亮了又想靠近她。他哪里来的钱？说不定是偷的。给我闭嘴吧你！这是我爸妈买的，衣服和书包都是，有问题吗？小虎，你还是别管了，万一大家都不和你玩了怎么办？一群小屁孩，还搞什么孤立？一想到我以前也是其中的一员，我就更无语了。阮西西，你就坐这里，这里没人坐。小鼠，别逗了，他坐这里谁坐垃圾堆啊？你这么不舍得垃圾堆，那就你去坐。你干嘛呢？上课了，赶紧都坐好了。学生都怕老师，所有人很快都坐好了。阮西西看着身边的木薯，不由得想到了妈妈。小时候，她妈妈也是护着她的，可自从那件事之后，再也没人护着她了。她幻想过很多人来保护自己，只是这些人都没有脸。不过今天过后有了，是木薯的脸。以后我也有人在乎了。开学第一天其实没什么课，但是有部分人开始孤立木薯，也有人想跟阮西西做朋友。你在学校也要交朋友才行，他们现在都想和你做朋友了。可是他们欺负过我。木薯还没来得及回话，就被人猛推了一把，是齐汉和其他2个男生。让你跟阮西西玩，你们都是小乞丐。马德，看来今天我要暴打熊孩子了。阮西西，阮西西，冷静点，你想被退学吗？我放开你，你不许乱动，不然我告诉我妈了。阮西西点了点头，可眼睛却一直盯着对面3人。你们竟然敢欺负哥哥，我一定会找到机会的。今天不行就下次。你们竟然敢推我，等着被叫家长吧。可是阮西西也砸我们了。那是你们活该，谁叫你们天天欺负他的？今天这事我不告诉老师，你们最好也别跟家里说，不然一问就知道是你们先动手的，再一问就知道你们在学校欺负阮西西。被木薯吓唬了一番的3个小孩苦着脸走了。木薯扭头看向了阮西西，我要是没拦住你，你打算干嘛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可是他们欺负你。你手怎么了？你受伤了怎么不说？以后不许拿砖头砸人了，砸出事了你怎么办？通知你爸来了怎么办？以后不读书了？说到底苏英不是阮西西的监护人，学校肯定会找他爸阮大天理。阮大天要是来了，都不用想会发生什么，肯定会打他的。
阮西西不吭声，只是盯着木薯拉着自己的手。其实他一点都不疼，能被木薯拉着，他很开心。听到了没？听到了，哥哥。反正不用板砖，也能用别的。回到家后，看着一脸文静的阮西西，木薯想到了小时候，有一次苏英因为对面的打杂声音太大，过去敲门了。那一次阮西西被打得特别重，浑身是血的，被救护车救走了。苏英曾和江爸说过，这孩子特别倔，所以吃了很多苦。想着阮西西今天那股狠劲，木薯总觉得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。你爸打你的时候，你会还手吗？会，我疼。疼就会忍不住还手，木薯心中一疼，又想到了他之前一身的伤。以后不要冲动，要先保护好自己。如果今天他们还手了，你是不是又要受伤了？他们欺负我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忍。我想读书，可是他们欺负你不行。哥哥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哼，我可是哥哥。是啊，从来都是哥哥保护妹妹的。几天后的体育课上，已经忘了之前不愉快的齐汉，又想找木薯一起玩了。而阮西西就像护食的狗崽子，要不是木薯拦着，估计都要冲上去咬他几口了。齐汉很怕阮西西，虽然她看起来瘦小又漂亮，可是他会拿砖头砸他们。这学期阮西西穿得干净，脸上也没了伤口，漂漂亮亮的。虽然还是很冷漠，但是身边多少有了几个女生。周萱萱依旧不喜欢阮西西，但也没主动招惹她了。木薯看着阮西西陷入了回忆，印象中的她沉默也有些脏兮兮，整个人很阴沉，但学习很好。本来老师都挺照顾她的，直到阮大天喝多了，来学校耍了一次酒疯之后，老师们就都不太想管阮西西的事了，主要怕惹上阮大天这个流氓。再然后，他初中都没上，6年级暑假一身血被送到了医院。就是苏英去敲门的那次，听说他差点被打死了。再后来，木薯就没印象了，中间长达10多年，关于他都是空白的。直到相亲的时候遇到了他，只一眼木薯就被吸引了。毕竟以外形和打扮来说，阮西西是有备而来的，完全符合他的审美和理想。再后来就被榨干了。平日里安静软糯的邻家小妹，在看到我被人推倒在地后，竟然发疯般的冲了上去。当我训斥她太过冲动，容易伤到自己时，她却异常认真。哥哥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在她心中的分量甚至超过了她自己。回忆中的木薯被惊醒，下意识的凶了句：“你干嘛？”我就是给你买了这个。木薯，你这么凶干嘛？西西为了给你买这个，排队排了很久的。木薯这才注意到，他手里拿的是红豆沙，是学校小卖部夏天中午的限量版，要3块钱一杯的。他妈妈1星期给他俩一人5块钱的零花钱，木薯早就花光了。而阮西西却给他买了这个。此刻阮西西冷冷的看了一眼帮他说话的刘琦，语气冰冷：“是我吵到木薯了。”哥哥，还是凉的。我真不是个东西啊！木薯自我批评了一番，直接戳开饮料递给阮西西：“你喝。”语气很凶，动作却很温柔。哥哥，这是给你买的。阮西西是舍不得买这个的，只是因为昨天其他人喝的时候，木薯嚷嚷着5块钱不够花，他就想，他大概是喜欢的。让你喝你就喝，不听话了。此刻的木薯虽然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可是他知道木薯其实对他很好的。他从小被阮大天打骂着长大，看过各种眼色，就像楼上被人叫做大善人的王阿姨，总是笑眯眯的大嗓门跟人说给他送了什么吃的，有多照顾他，实则送来的东西都是要放坏的，有异味的。看他的眼神也都是嫌弃，还有其他怜悯他的人，跟看阿猫阿狗的眼神差不多。唯独苏怡和江叔叔是不一样的，他们眼里满是心疼。苏怡会偷偷掉眼泪，抱他的手会颤抖，在他眼里，他们真的很好，是他梦里爸妈该有的样子。自从那天他给自己递了那个棉花糖开始，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哥哥，很好喝。好喝就拿着，都喝了。对不起。哥哥，是不是因为我喝了，你嫌脏？好了，你拿着喝吧。一旁的刘琦看得直皱眉，他不明白为什么阮西西在木薯面前唯唯诺诺的，而阮西西见木薯不嫌弃自己，直接喝了一口，心里满是兴奋，比他拿刀捅到阮大天的时候还兴奋。哥哥真好啊，要是能一辈子对我好就好了，我也会对哥哥很好很好的，谁也不能欺负哥哥，也不能抢走他。开学已经快2个月，阮大天依旧没有消息。经过这阵子的喂养，阮西西变白了也变胖了，看起来水灵灵的，很是招人稀罕。我可不想让他再回去给他爸折磨，要是阮大天回来了，我就把他藏起来，反正我是小孩子，被发现了最多被骂一顿，而且阮大天也不一定能发现，也不知道阮大天有没有做什么违法的勾当。西西，你爸试过这么久不回家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以前有过3个月不回家的。别紧张，没事，回来了我就把你藏起来。藏起来？不是不管我，让我回家吗？
小区里的人都怕阮大天，他疯起来能在人家门前拉屎。阮西西真的觉得阮大天都不能算是个人了，就是个畜生，畜生就该扔去屠宰场。怎么会不管你呢？得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，就是办法我还没有想好了。阮西西看着自己被拉住的手，某个念头悄悄地消了下去。毕竟他现在有人关心了，不该陪着阮大天这种畜生一起死。只是两人刚到家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一直没等到阮大天回来。阮西西家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阮西西的妈妈。小丫头本能地往木薯身后躲了躲。你是小鼠吧？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西西的妈妈，陈阿姨。你谁呀你？谁记得你啊？陈阿姨好。西西，妈妈有话想跟你说。西西，小鼠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陈慧，你回来了。小鼠，你带西西进屋写作业吧。木薯不想进去，他想听听他们要聊什么，可是现在他只是一个小孩哥。你就这么想听他们说什么吗？你不想知道你妈说了什么？知道又能怎样？反正他不要我。陈慧是3、4年前跑，在1年多前起诉离婚了，成功了，所以他跟阮大天已经没关系了。从他离开后，一次也没回来过。他知道阮大天是什么人，也知道阮西西会遭受什么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可能他这次是来接你走的呢。木薯这人就是上辈子太过顺风顺水，没遇到过什么挫折，所以他很自然地说出了这种话。哥哥，我之前跟你说我没见过他，是骗你的，我去找过他的。他1年前就交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，可是当时他看到我的时候，表情像是见鬼了，可能是没想到我还活着吧。我那时候刚刚从家里跑出来，阮大天喝多了，打累了，我怕他担心，还在附近的厕所洗了脸。可是他看到我的时候，脸上只有恐惧和害怕。那个男人看见我受伤了，然后他拦住了那个男人，说不要管这种闲事，都是骗子，然后拉着人走了。没有人会要我，他这次回来也不会要我。瞎说，我不救。我妈和我爸就要你，他们恨不得你才是他们的亲闺女。不要这么悲观，你只是倒霉了一点。你知道什么叫触底反弹吗？就是你现在都这么倒霉了，以后就全是好运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哥哥不会不要我，对吗？木薯感觉这话不太对劲，可是看着阮西西眼泪随时要掉下来的样子，还是点了点头。放心吧。看，善良的人总是容易忽悠，我一定会保证哥哥不被除了我之外的人骗的。越了解阮西西，就越理解她上辈子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了。能活着长大都不容易了，还管她歪不歪了。不过这一次，我一定好好教育她。她这么聪明，以后肯定能好好回报社会的。苏姐，我就要结婚了，她不知道我还有个女儿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收养着西西吧，我会每个月打钱过来的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还是他妈妈吗？苏姐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就去找找小区里的其他人。陈慧看出了苏英的心软，知道苏英是不放心小区里的其他人的。木薯和阮西西被放出来的时候，陈慧已经离开了。看着满眼都是心疼的苏英，还有桌上的一张卡，木薯顿时猜到了什么。西西，阿姨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爸爸过失杀人，估计要进去几年。边说边小心观察阮西西的反应，结果阮西西就是面无表情，乖乖的点了点头。也是，就阮大天那个样子，确实不会有什么舍不得。按理说，你应该要去和你妈妈一起生活的，可是你妈妈可能不太方便。以后你就跟叔叔阿姨还有你小鼠哥哥一起生活好不好？不过你妈妈不是不要你了，她留了卡，以后都会打钱过来的。你要是想见她了，阿姨，我愿意的，那些钱都给你，我只要能读书，有口饭吃就行了，我会很乖的，不给你们添麻烦的。苏姨，你别不要我。阮西西就这么在木薯家住下，至于阮大天要判几年还不知道。江父说还要打听一下，陈慧来了一趟，什么都没说清楚。他怎么这么狠的心？你知道他怎么说的？他竟然说西西的命怎么跟阮大天一样硬，气死我了！我恨不得直接……如今孩子在我们这里，好好养着就行。我看西西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就当给小鼠找了个伴。毕竟当初阮大妈救过我的，总不能让她孙女就这样。我没想偷听的，我只是想要个班费。哥哥，你不是睡了吗？做噩梦了，醒了发现你不在。别怕，我在的，我刚刚只是出去喝水了。别坐地上了，起来睡觉了。阮西西顺着他的力度站了起来，却没有要上去的意思，就站在原地不动。怎么了？不敢一个人睡？我一会儿不出去了。我可以打地铺吗？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，我不敢一个人躺着，离你太远了。到底是没开灯，不然木薯就能看到
他眼里的兴奋根本藏不住。刚刚他确实做梦了，不过是在梦里把阮大天给宰了。醒来的时候，激动和兴奋让他浑身颤抖。他知道木薯心软，特别是在知道陈慧是怎么对他之后，更心软了。阮西西不喜欢被人同情，但是这个人如果是木薯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就今天晚上，你上来吧。哥哥，我睡觉不乱动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乱动啊。我给你讲个睡前故事吧。好啊，哥哥你说。从前有个老头，他有12个儿子，分别叫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。哥哥，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吧？才8岁你就知道这个了？那你背一次吧，以后每天都要背一次。哦。最后木薯又睡着了，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阮西西看着木薯，慢慢靠了过去，直到他习惯性的翻身，把他抱在怀里，才满意的闭眼，抱得有些紧。可阮西西却觉得很安全，是他5岁之后再也没有过的安全感。那天之后，两人的关系意外的更和谐了。木薯也终于说服自己接纳阮西西了，并立志要把她培养好。阮大天的判决结果也下来了，过失杀人，判了7年。这意味着这7年阮西西是安全的。至于7年后先不说，反倒是木薯现在有个烦恼，就是他的室友经常做噩梦，1个星期2、3次，可怜巴巴的站在他床边，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不是我说你，阮西西，你要是再做噩梦，我直接叫我妈来陪你睡的了。别搁这装无辜，今天你自己睡。每次他上床的时候都很乖，可是第2天醒来，我指定是抱着他睡的，跟抱着大型洋娃娃似的，这能合适吗？我知道了，我背完就上去了。等等，要是刘琦和齐汉打架，你看到了要怎么办？管他们去死，不趁机下黑手就不错了。阻止他们，并且让人去叫老师。答得不错，行了，上去睡觉吧。我就说嘛，这丫头还是有救的嘛，起码这段时间看来，我的教育成果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半夜醒来的木薯就看到了躺在地毯上离床很近的阮西西，于是第2天木薯直接跟他爸妈说自己快9岁了，再跟阮西西睡一起不合适的。听到这话的阮西西紧了紧自己的小手，失策了。阮西西在家里一直都是很乖的，在学校则是冷酷妹妹，对谁都是不冷不淡的，除了木薯。在木薯的要求下，阮西西也算是有了朋友了，就连当初不喜欢她的周萱萱，现在也喜欢跟她玩。虽然冷淡，却是没有了曾经的阴沉。从4年级开始的阮西西，人缘就逐渐变好了，到了如今的6年级，更是很多同学佩服的对象，毕竟学习成绩是真的好。你们雷老师说了，你这成绩上1中稳呢。苏怡，我可以的，我想跟木薯一起上1中。呵呵，长大了，连哥哥都不叫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能考好的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。再说吧，明天搬家，早点起来。是的，他们终于要搬家了。木薯和阮西西又在一起住了3年，如今都11岁了，再住一起不合适。带着西西离开这里，说不定到时候阮大天出来了也不会找了，毕竟他本来也不在乎这女儿。当天晚上算是两人最后一次住一个房间了，新房子他们都有自己的房间了。对比起木薯的乐呵呵，阮西西明显有些不开心，特别是见木薯从书包里掏出来一个粉红色的小礼物后，眼神更冷。小时候只会跟在我身后流鼻涕的小青梅，长大后却变成了眼里只有我的大病娇，还不由分说的把我绑起来折腾了3天3夜，搞得我兴奋过度，一个没忍住，直接重生回到了小时候。想着上辈子被青梅压在身下的恐惧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，从小开始教育。此刻，阮西西正冷着小脸，盯着木薯从书包里摸出来的粉色小礼物，上面写着一串数字和一句话：我们能做网友吗？一起讨论学习。呵呵，还好我不爱学习。哥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小孩子不用知道，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。阮西西没说话，就这么看着他，脸上的不高兴都要溢出屏幕了。看什么呢？做题吧你。哦，你不说也没关系，我能猜到是谁。你是我的哥哥，谁也抢不走。当天晚上，木薯就看着站在他床边的阮西西沉默了。哥哥，我怕，我想跟你一起睡。你怕？你怕啥？怕他们成精吃了你吗？对，我梦到蜘蛛侠咬了我一口，我变成蜘蛛了，然后美国队长带着一堆超级英雄追着我跑，说我是怪物，半路遇到多了 A 梦，他也不救我。看着阮西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木薯忍不住爆了个粗口，正好被路过门口的江父带到。臭小子，你又想挨揍了是吧？不，我不想。爸，我们睡觉了。木薯刚说完，就看到被美国队长带队追捕，已经灵活地爬上了他的床。你给我下来！我不，已经到手的床，哪还有下去的道理？好好好，你这几年是越大越不听话了，哪还有小时候那乖巧的样子？最后，木薯还是和阮西西一起睡的。在阮西西自觉地背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，照例问了个问题：
要是遇到了比你强大很多的对手，跟你打架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办？先保护好自己，等哥哥和叔叔阿姨来救我。记住了呀，别跟小时候一样，想跟人同归于尽了。你要明白，我跟爸妈都在等你呢。你有很多的朋友，也有我们。木薯的声音越来越轻，很快就睡着了。阮西西原本因为有人要抢他哥哥的怒气忽然就消失了。就在刚刚，他都想好了要怎么吓跑班长了。忽然就不想那么做了。我也要做你眼里的乖孩子，如果你喜欢的话。晚安，哥哥。其实他早就不做噩梦了，他只是喜欢跟木薯贴贴，因为木薯能给他带来安全感，很懒的那种。小苏啊，这些年养西西是真的赚了不少吧？这都要搬到新房子住了。一到客厅，木薯就听见这个大善人王阿姨在阴阳怪气。一开始陈慧没来的时候，天天幸灾乐祸说他们家捡了个麻烦。后来陈慧来了，又说陈慧发财了，每个月都要给木薯加一大笔钱。那段时间，这老邓天天堵着阮西西要带他回家吃饭，话里话外都是想抢一下阮西西的抚养权。于是阮西西一脸的委屈，声音却是响亮异常。可是王阿姨，你给我吃的东西都是有味道的，楼下的小黑都不愿意吃，我不喜欢吃你们家的东西。小黑是他们小区的流浪狗，这下子大善人的真面目被戳穿了。他又开始到处说阮西西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说苏英面善心毒，指不定怎么虐待阮西西。如今看到他们搬家，又凑上来看看能不能占到什么便宜。小苏，你们都买新房子了，要不这个房子就便宜点卖给我吧。你还真是乌龟背上刮粘毛，想得美。我妈平常是很温柔，可脾气好不等于没脾气。行啊，王姐，现在我们这边的房价大概是6500一平，我们都是老邻居，给你算6000吧，不过要全款。不是小苏，你这就不厚道了。你都买新房子了，好处不能都让你一个人拿了。怎么说，我当初也给西西送了不少吃的，我也没问你要钱啊。就算我养条狗，都会给我看门呢。你可闭嘴吧你那些东西狗都不吃，还特么要钱，你怎么不去找阮大天要去？欺软怕硬的东西。哼！好脾气的苏英被气得直接发飙了。一旁来看热闹的人见苏英生气了，顿时打着哈哈。我们就是来恭喜你们搬家的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哼，阮西西，你以为人家真的愿意帮你啊？收了你妈不少钱呢，小心把你给人家儿子当童养媳。我尼玛！行了，别搭理他们，这些人从根子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以后不会和他们有联系了。西西，刚刚王阿姨的话你别放在心里，你很好，值得很多人喜欢，就是单纯的喜欢，没有那么多的功利，她就是脑子里想太多。而且现在这个社会没有童养媳。闭嘴！你每年的支出我跟你叔叔都有记录。阿姨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会分好坏。哪里不是小孩子了，分明就是。阮西西表现得很乖，可一旁的木薯却分明的看见，笑得很甜的阮西西隐晦的往门口看了一眼，长长的睫毛遮挡了他眼里的情绪。不过木薯还是感觉不太对劲，别问，问就是男人的直觉。果然，当木薯搬了2趟东西后，就发现阮西西不见了。木薯想都没想，直接就往楼上去了。楼上住的正是大善人王阿姨，阮西西就在楼梯的拐角处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手里的是什么？阮西西小手忍不住用力握紧，尖锐的图钉刺破了他的手心，脸上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。没什么呀，我们下去吧。给我看看。木薯，我做错事了，你会生气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做，其实也不算是做错了。把手张开。我没做坏事，你别生气。此刻的木薯脸色紧绷，眼中带着严厉，这是一种阮西西完全陌生的情绪。他缓缓伸出了自己的手，上面是几颗图钉，刺破了他的手心。阮西西好像不知道疼一样，小心地看着木薯。你想报复王凤，在楼梯上放图钉？工具还挺全啊，还带着瓶油。你知不知道，这图钉要是扎到不该扎的地方，可是会死人的。小鼠、西西，你们去哪了？哥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敢了。我也没想到做什么，他骂阿姨和叔叔还骂你，我就是想给他一点惩罚。哥哥，别不要我，阿姨他们知道了会很失望的，他们会觉得我是坏孩子。阮西西眼眶瞬间就红了，他提了苏英，提了江为民，提了江木薯，唯独没提自己。即使是报复，也是为了他们，不是为了自己。小时候只会跟在我身后流鼻涕的小青梅，长大后却变成了眼里只有我的大病娇，还不由分说的把我绑起来折腾了3天3夜，搞得我兴奋过度，一个没忍住，直接重生回到了小时候。想着上辈子被青梅压在身下的恐惧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，从小开始教育。你怎么从上面下来了？西西呢？不知道，估计去偷懒了。你以为西西是你啊？喜欢偷懒。听着两人的声音远去，阮西西的身体还是止不住的颤抖着，她很害怕，怕木薯告诉苏英，怕木薯不要她了。最终冷静下来的阮西西看了一眼角落的油瓶，还是走过去把油倒在了楼梯上。哥哥不让我放图钉，那我就不放。可是油瓶是别人踢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倒是便宜这老登了。一行人收拾得很快，不多时便来到了新家。小鼠，下周是考试周对吧？考完试就要过年了，你要是考得好，爸爸给你奖励。
木薯肯定能考好的。叔叔，他想要那个篮球。我不想要。江维明看了一眼垂着眼不说话的阮西西，又看着自己气呼呼的儿子，瞬间明白了什么，继续好脾气的问道：那你要什么礼物？你妈妈昨晚说你想学游泳，那我带你去。木薯其实会游泳，上辈子会，只是这辈子还没学过。比起篮球，他确实更喜欢游泳。真的？见木薯接话，苏英连忙说道：带西西一起去啊。呵呵，他哪里需要啊？他有什么不会的？都会想着用图钉报仇了。我不会啊。看着阮西西瞬间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木薯顿时就来气了。你个臭小子，你又欺负妹妹了，你们俩吵什么了？可能是因为我受伤了。你还知道啊？还不傻，还知道处理一下伤口。很疼吧？西西怎么弄的？面对苏英的询问，阮西西却不开口，只是看着木薯，看着一脸无辜样的阮西西。木薯很气，可最后还是闷闷的开口：他自己弄图钉，不小心伤到的。木薯还是心软了，他自然能看出阮西西就是故意说一半的，是试探，也是小心机。到底是养这么多年了，能不心软吗？新家他们早就来过了，木薯想帮忙收拾，结果直接被赶去做作业了。哥哥，我能跟你一起做作业吗？见木薯没吭声，阮西西试探着跟了过去，木薯还是没反应。阮西西心里松了一口气，这些年足够他了解木薯的脾气跟底线了。他知道自己刚刚在楼梯上对他说的话足够让他心软。哥哥是我遇到的最单纯、最好骗的人了。叔叔阿姨把你保护的太好了，你身边从来都是善意。哥哥，我以后不会这么冲动了。可是他们背后说你们坏话，我忍不了。阮西西，要是以后你又遇到王凤这种人，你每次都要报复吗？要是真的跟他一样嘴臭，说你们坏话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说你们的都不行，伤害你们的就是不行。阮西西的声音很低，也很执拗。阮小西，你要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反抗是应该的，可是你今天第一个做错的就是明知道自己手里有图钉，还让自己受伤。哦，懂了，哥哥是因为关心我才会生气的。报复可以，但不能不计后果。王凤就是说话难听了点，总归算不上大奸大恶之人。那图钉要是扎伤了他的眼怎么办？他至于吗？至于。你说什么？阮小西，你要记住了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特别是保护自己，懂吗？当然也顺便保护一下我，不要伤害我。毕竟我上辈子是挺无辜的，稍微强调一下，不过分吧？我知道了，哥哥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永远不会伤害你的。作为交换条件，哥哥也要永远属于我。前几年我还觉得这丫头挺好养的，毕竟她是真乖啊。可是现在她越长大越是不听话了，难搞。你今天原本打算怎么做的？不说就滚出去。往楼梯上弄点油，在前面放50块钱。他那么喜欢占便宜，看到钱肯定就不会注意楼梯了。那你手里的图钉呢？就放地上呀。我总感觉你没说实话。阮小西，再有下次，小心我揍你！要是妈知道了，肯定把你吊起来打。不会的，苏姨只会把你吊起来打，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木薯，只有你觉得在这个家里，我跟你是一样的。木薯，叫哥，这有事叫哥哥，没事叫木薯的毛病还能不能好了？哥，你管我一辈子吗？谁乐意管你了？苏姨说你考不上一中就揍你。我帮你讲题吧。开玩笑，我一个211毕业的大学生，还用你教我小学题？那你说说后面的2道大题我听听。他们2个还在生气吗？没有，这会儿和好了，正一起做卷子呢。也是，小孩子哪有什么矛盾。晚上的时候，木薯听到了王凤下楼梯摔倒的消息，因为对方说楼梯上有油，肯定是今天刚刚搬家的苏英他们干的，打电话来骂人了。有证据吗？而且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？闲得慌，还是你背后做了什么值得让我们这么干的事情？这都什么玩意儿，莫名其妙的。不过他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？怎么楼梯上会有油？哼！再有下次，我真的会揍你的。下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发现的。你不用每天都担惊受怕的，不会不要你的。从接受你住进来并打算管你的那一刻起，就不会不要你，生气也不会。小时候只会跟在我身后流鼻涕的小青梅，长大后却变成了眼里只有我的大病娇，还不由分说的把我绑起来折腾了3天3夜，搞得我兴奋过度，一个没忍住，直接重生回到了小时候。想着上辈子被青梅压在身下的恐惧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，从小开始教育。要学游泳就一起学，干嘛要让西西学散打啊？他不得学会了保护自己吗？
那你呢？你可是哥哥，你保护妹妹啊。我肯定会啊，但我要是刚好不在呢，她不得有自保之力吗？阮西西上辈子6年级可是差点被阮大天打死了。以前木薯只是觉得这是一件事，一件听说了就过去的事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这可是阮西西。虽然这辈子阮大天进去了，但是让他学点东西总归不是坏事，起码体力好了，跑也跑得快。而且我也不能永远在他身边吧。哥哥开始嫌弃我了吗？想什么呢你？你学会了也好保护我呀，你不是说要保护我的吗？就这样，阮西西一脸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。虽然两个人不在一个地方，不过每次都是阮西西练习完了就来找木薯，然后两人一起回家。后来的升学考试，两人成功的考上了一中，然后陈慧来了一次，她怀孕了，给两人都带了礼物，一人一个手机，一个平板，说是送给他们的升学礼物，这算是很贵重的礼物了。可是木薯和阮西西的反应都很平淡，让陈慧很是尴尬。苏英直接让两人回房间了，把礼物收了下来。在他看来，陈慧有3年多没来看过阮西西，给她带礼物那是应该的。你不好奇你妈来说什么呀？还能说什么？不就是说让我不要去打扰她吗？要是我没猜错，她这次可能会留下一笔钱，够我读到大学的钱，然后以后就不来了，完全断绝跟我的关系吧。他的声音很淡，像是在说无关紧要的事情，也像是在平时跟木薯讲题的时候一样。不过跟木薯讲题的时候他都是软乎乎的，可是在提到陈慧的时候他的语气是真的很冷淡。木薯一时之间竟然被弄得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也觉得陈慧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。两人都没有再提这个，而是安静的开始预习。他们再过一阵子就要上初一了，教材都是苏英给的，更恐怖的是苏英会是他们的班主任。在听到外面的关门声后，估计是陈慧走了。木薯一脸震惊的看着阮西西，我去给你洗个水果吧。这理由找的可不太好啊，毕竟平时都是哥哥指挥我洗水果的。木薯来到客厅就看了似曾相识的一幕，桌子上多了一张卡，陈慧带来的那些东西都还在桌子上放着。小鼠过来，是不是丢下卡说以后不联系了？你也差不多吧，说没什么事就不要联系了。这些钱是给西西的，初中、高中到大学，30万。确实不算少了，正常来说也是够了。可是苏英就是生气，气陈慧这么迫不及待地跟阮西西断绝关系。她心疼阮西西，木薯也心疼阮西西。阮西西明明很乖、很聪明、很漂亮，可是陈慧刚刚甚至没有多看阮西西一眼。小鼠，西西以后只有我们了。这些年妈妈确实对你严格了一点，可是妈妈只是想你们都好好的，健康长大，变得越来越优秀。妈，我知道的。这件事儿就不要和阮小西说了，反正陈慧这么多年也不来，以后不来了也没关系。就是不要让阮小西知道，他妈妈可能真的打算永远不要跟他扯上关系了。虽然他那么聪明，可能早就猜到了，但是只要没有承认，那就只是猜测而已。两人低声商量着，都没有注意到木薯的房门其实没有关紧。阮西西轻轻地关上了房门，心里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以接受的，就是不知道今晚我趁机要求和哥哥一起睡，他会不会心软呢？我是一个被抛弃的小姑娘，跟哥哥一起睡很合理吧？不合理，男女有别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我只是觉得有些怕。然后木薯只是呵呵一声，扯着阮西西回到了他的房间，装修很是少女风，就是那一堆娃娃有些格格不入，都是各种超级英雄。木薯指了指7个葫芦娃，这个是我刚给你买的，有他们保护你，能有什么怕的？阮西西沉默地看着自己床上的娃娃，她为了做一个团结有爱的好孩子，也是去过好朋友刘琦家里玩的。人家的都是芭比娃娃，各种可爱的毛绒玩具，再看看我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是哥哥送的，那就都可爱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晚安哥哥。等你睡着了，我就偷偷摸过去，明天早上再回来就行了。木薯回房后总感觉不对，主要是阮西西今天放弃的太快了，他有些不习惯。要是之前他可是撒娇卖萌什么都用的。不过木薯的睡眠质量确实好，往那一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凌晨1点，木薯的床边多了个人影，是偷偷摸过来的阮西西，站在床边看了木薯一会儿，才悄悄地爬上了床。刚刚躺下靠近，木薯就本能地伸手搂住了那瘦弱的身体。阮西西脸上带着无声的笑，眼神温柔。晚安啦，哥哥。木薯对此一无所知，他睡觉特别死。他爸江医生还以为他有什么毛病，带他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结果啥事没有，就单纯的是孩子没啥心事睡得好。阮西西就这样每天半夜悄摸的过去，早上悄摸的回来，家里愣是没一个人发现。开学那天，发现齐汉和周萱萱也跟他们一个班，几人遇到熟人都挺开心的，只不过只有阮西西是表面开心，心里其实一点都不开心。他更喜欢木薯，眼里只有他一个人。到了新的学校，知道阮西西家里情况的人就只有这几个人了。
大家只知道阮西西叫木薯哥，两人住在一块，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亲戚。阮班花和班花他哥木薯瞬间就多了很多弟弟，张口就是哥，大多是想着跟木薯搞好关系，然后打听一下阮西西的。对此，木薯来一个揍一个，毕竟是自己养大的小白菜，谁也不能打他主意。所以到了初二，大家都知道初二3班的木薯是个妹控，更巧的是，阮西西也是个胸控，还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童生回到8岁，为了防止青梅再次病娇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，言传身教。本以为青梅会在我的教导下茁壮成长，可直到那天，我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载着关于我的一切：第一次给她棉花糖的日期，带她回家的日期，第一次牵手的日期，甚至还有我第一次梦遗的日期，字迹密密麻麻，从稚嫩到成熟。哥，我去给你买水。小鼠，你妹妹在你面前也太乖了吧，对我们就是一副冰山的样子，在你面前立马变得软软糯糯的，真是让人羡慕的流口水。呵呵，你们都被她的表面迷惑了，她可是很恐怖的，会用砖头砸人的。你呵呵啥？西西这种妹妹谁不想要？也就是木薯运气好，要是我捡到的就好了。可拉倒吧你以前多欺负人啊！我那时候不是不懂事吗？这两个人还真是冤家，见面最多2句话就能吵起来。哥，喝水。跑这么快干什么？你喝吧。西西，贴贴，你离我远一点，都碰到木薯给我拧开的水了。哎，倒也不用特意强调是木薯给你拧开的。西西，你还真是个胸控啊！阮西西的目光一直追着木薯，没有移开过。听到他的感叹，也只是嗯了一声，没有否认。我本来就是啊。也不对，我不是胸控，是木薯控。看什么呢？快过来，一会上课了，这可是苏老师的课。苏老师就是苏英，木薯的妈妈。木薯本来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恐怖了，可就在2天后，他就在小区门口看到了一个绝对不该现在出现的人。阮大天，怎么可能？他当初明明判的是7年，现在才5年多一点，他怎么就出来了？他不知道阮大天是怎么找上这里来的，他只知道不能让对方发现自己。此时的阮大天正在被保安盯着，满脸警惕地说着什么，很快便转身离开了。还有几天木薯就期末考了，他和阮西西就要升初3了。偏偏这个时候阮大天出来了。他怎么会知道这里的？他肯定是来找阮小溪的。阮小溪才13岁，他的户口还跟阮大天在一起了。该死的陈慧，早就让你把小溪的户口弄出来，你死活一直拖着。这下好了，阮大天提前出来了。怎么了，儿子？你这一脸的严肃，给老妈都整紧张了。我刚刚在外面看到阮大天了。你确定？我不会看错的，他就站在我们小区门口。妈，你问一下你以前小区的朋友。苏英掏出了手机，毕竟在那边住了那么多年，也是有关系好的人的。很快他就得到了回复。他表现良好，提前出来了。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阮大天其实已经回来几天了。刚开始确实也没找阮西西的意思，在他眼里无论是死了还是跟人跑了都不重要。可是偏偏那天他下去买酒的时候，听到了大善人王凤他们在聊是非，提到了阮西西，说木薯他们家占了大便宜，说陈慧1年给了他们多少多少钱。木薯顿时知道了阮大天是怎么找过来的，别人估计不愿意搭理阮大天未必会说，可是王凤这人真不好说。这件事你先别管。妈，阮大天这种人你应该比我清楚，他在这边小区蹲不到我们，下一个可能就是去学校了。他小学的时候曾经冲进教室，拽着阮小溪的头发一路拖打着出去，也是那一次之后，阮小溪开始被人孤立了。我不可能让这种事再次发生，我更不想让他见阮小溪。妈妈没说不管，只是我还没想到办法。找陈慧。自从上次之后，他就没来过了。他倒是洒脱了，让他转个户口，他都不愿意。不然现在就算阮大天找过来，也不怕。其实当初陈慧第一次上门留卡之后，木薯就提醒了他爸妈关于阮西西的户口问题。那个时候阮大天进去了，陈慧这个做妈妈的要把阮西西的户口转出来是轻而易举的。可是陈慧给的理由是她男朋友不知道她有个女儿，再等等。第2次又说不方便，迟点再联系，结果根本没联系。没想到这一拖到阮大天都出来了。陈慧能有什么办法？她连西西过得怎么样都不关心，怎么会管阮大天的事情？不提阮小溪，直接问他说，阮大天要是知道我们这里没钱，下一个会找谁？他比我们更怕阮大天。苏英愣愣地看着眼前眉眼熟悉，可是语气却极度陌生的木薯，不确定地开口：小薯。妈，你觉得我刚刚说的可行吗？我看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。江木薯，你是不是又用手机看那个什么麻辣兔头加点糖的小说了？帅哥美女都爱看，我看一下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看我抽不抽你就完事了。此时的木薯完全没想到陈慧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。木薯不知道他爸妈是怎么跟陈慧说的，反正后面他没再看到阮大天在小区门口徘徊了，当然也没有去学校。阮西西发现了木薯这阵子做什么都有些心不在焉的，这都快期末了，要是没考好又要挨揍了。阮西西本来就对别人的情绪很敏感，特别是这人要是还是木薯的话，那就更敏感了。
哥哥最近很不对劲，基本上我去哪里，只要是一个人，哥哥无论在做什么都会跟上，好像很怕我落单一样，这实在是太奇怪了。哥，哥，怎么了？该我问你才对吧？自从搬来新家之后，木薯总是不允许他们有太多的肢体接触，阮西西也不能跟以前一样光明正大的爬床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晚上他还是能爬的。木薯总是跟他说男女有别，他其实很不喜欢，他就是喜欢跟木薯贴贴。但是要是木薯不喜欢，他还是很能演的。比如现在心里就很不爽，可是语气依旧很温柔。我问你怎么了，一直在发呆。木薯看了他一眼，小姑娘被养得很好，小脸红润，精致漂亮的五官已经长开了，不少小男生都会来偷看她。这么好看的小姑娘，要是被阮大天抓回去，马德，阮大天就不能算是个人？为什么这么久了，陈慧还是没有把阮西西的户口转出来？重生回到8岁，为了防止青梅再次病娇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，言传身教。本以为青梅会在我的教导下茁壮成长，可直到那天，我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载着关于我的一切：第一次给她棉花糖的日期，带她回家的日期，第一次牵手的日期，甚至还有我第一次梦遗的日期。字迹密密麻麻，从稚嫩到成熟。你的户口本一直都在你这是吧？在的，这不是报名的时候要用吗？如果不是为了报名，阮西西肯定不会带走任何跟阮大天有关的东西的。但是没办法，她现在还不能独立开户，户口都跟阮大天的在一块。要是让你转户口，跟你妈妈一个户口，你愿意吗？木薯总感觉阮西西对比起阮大天，对陈慧的态度有些奇怪。他对阮大天是很直接的恨，恨不得弄死他的那种；对陈慧也是恨，可是好像又不单纯是恨。反正我之前也提到过的，可是你好像不太在意，甚至是不愿意。我不介意啊，不是他一直不愿意转吗？哼，你为什么问这个？太奇怪了，哥哥今天是怎么了？肯定是出什么事了。没事，我就想着早转早安心，不然到时候阮大天出来了就麻烦了。阮大天没这么快出来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果然，阮西西也不想跟陈慧有任何交集，一直到考完试，阮大天都没有再出现过。苏英跟以前小区的阿姨打听，那边说阮大天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喝酒赌博，过一阵子回一次家，看起来没什么异样的。木薯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看错了，慢慢的也就放下心来。苏英也说了陈慧答应会解决好这个事情，所以木薯现在被另一件事转移了注意力。男孩子到了一定年纪是会发育的，会有正常的生理现象，例如梦遗。因为木薯本来就不是真的10几岁的孩子了，他懂这个，但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挺突然的。那天晚上其实他是有点意识的，就是半梦半醒，他就总觉得自己身边还躺着个人，本来这种想法就很恐怖。更恐怖的是，他还觉得这个人是阮西西，搞得第二天醒来后，木薯大骂自己不是东西，怎么能做这种梦？只是木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那根本不是梦，阮西西是真的躺在他身边的。西西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你长这么好看，得配个好看的。那确实，不过我感觉目前没看到谁配得上西西的。我们西西太好看了。为什么要喜欢谁？我们现在的目标不是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吗？这就是学霸吗？西西，你不会是还没开窍吧？你就没有特别喜欢的男生吗？就是觉得想跟他在一起的那种？有啊，我想跟木薯一直在一起。木薯不算。为什么？谁都知道你是胸控，你应该看看除了江木薯以外的男生。不过认真想一下，江木薯其实也还行，就是你得多看看啊。所以你们这种胸控估计是没这么快情窦初开吧。刘琦点头表示认同，想到阮西西无论什么时候心里眼里都是木薯的样子，也觉得情窦初开对他来说是有些困难的。其实两人都忘了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阮西西和江木薯并不是亲兄妹，甚至1毛钱的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不只是周轩轩和刘琦忘了这个事，是班里就没人记得，他们都已经本能的认定他们是亲兄妹了。所以看着江木薯帮阮西西带零食，帮他拿书包，等他上奥数班下课，陪他去练散打，也习惯了阮西西眼里只有他哥，对着其他男生都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。打球给木薯送水，偷偷帮他写作业，帮他做笔记，有人找茬还会挡在木薯面前，木薯说什么他都说好。平时只要不是在教室，就基本都是江木薯的小尾巴。薯哥，这阵子你跟咱妹闹矛盾了？没矛盾。不是，干嘛这么问？你这阵子都不带她了，而且还不许她跟着你。哎，我看咱妹那眼神都心疼的嘞，可怜兮兮的，跟被丢弃的小猫似的。不止我们这么认为啊，班里的那些女生也有打听的，看你俩不对劲，都以为是闹矛盾了。瞎说什么呢？哪有什么矛盾？而且阮西西有这么可怜吗？木薯有些心虚了，因为之前的那个梦，他看见阮西西就有些尴尬，这阵子一直躲着他。放学后两人还是一起回去的。看着明显离自己一截距离的木薯，阮西西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刘琦说的话：以后要是江木薯谈恋爱了，西西你得多难过呀。
木薯是谈恋爱了，所以要跟我保持距离。想到这个可能，阮西西心里的怒气和占有欲就控制不住的翻腾，眼中涌上了些许的疯狂。我就知道，总是有人想从我身边抢走木薯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什么。他不敢看木薯，他怕木薯会看到他眼里的疯狂，他怕木薯会害怕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阮西西越发的清楚，自己跟别的女孩不一样。她不像他们会喜欢某个组合、某个偶像，喜欢追剧、听歌、讨论很多东西。她只喜欢跟在木薯身边，哪怕只是看着木薯发着呆。她疯狂的嫉妒江木薯身边的所有人，甚至到了现在，她会觉得苏一跟木薯的亲密都显得刺眼了。她把自己的所有情绪都藏了起来，努力的做一个正常人。只有这样，江木薯才会愿意做他的哥哥。现在他长大了，也懂了。8岁那年，江木薯送给他棉花糖的那天，表情其实是恐惧的。以前看不懂，现在他懂了，所以他隐藏得更好了。木薯并没有看见阮西西眼中的疯狂，只是觉得他今晚特别沉默，这让本就心虚的木薯更加心虚了。我这阵子的疏远是不是做得太明显了？再加上阮小西还那么敏感，哎，没想到自己一把年纪了，竟然还有青春期的烦恼。可能是因为有了烦恼，睡眠一向很好的木薯晚上有些失眠了，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眼前都是阮西西，不敢靠近他，不敢看他的样子。你真该死啊！心虚的是你，却让人小姑娘难过的不敢靠近。明天给我道歉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木薯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睡得很轻，所以当门口传来声响的时候，他立刻就醒。我告诉小青梅说男女授受不亲，要保持距离，结果气不过的他直接晚上爬我床，要把我给绑了。此时的木薯很紧张，毕竟大半夜有个人站在你床边不说话，换谁能不害怕？而阮西西正冷着一张脸，手里拎着根绳子，不断的扫视着木薯，就很想把他绑起来，这样就能把他关在房间里了吧？好像也不行，家里还有苏姨和江叔叔。阮西西眼里闪过失望，虽然他跟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不太一样，可是他是知道苏英和江为民对他很好的，他不能随便做伤害他们的事情，所以也不能绑木薯。这么一想，阮西西更失望了。就在木薯扛不住压力要睁开眼的时候，忽然感觉站在床边的人好像动了。怎么个事儿？他怎么还要爬我的床吗？之前我以为的是梦见了阮小西，别是他当时真的躺在我身边啊！木薯没有睁眼，却能很清晰的感觉到两人靠得很近。只是躺了没一会，阮西西忽然动了起来，然后木薯就感觉到自己的手腕跟另一个凉一点、纤细一点的手腕被什么东西绑在了一起，绑得很轻，很小心。不过阮西西很满意，也就是阮西西心里也藏着事，不然就该发现今天的木薯是有些不一样的，甚至身体都比平时躺得板正。要知道木薯的睡姿很差的，所以阮西西才能每次偷偷的过来被他抱一下。此时的木薯被阮西西这一连串的操作弄得完全清醒了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，他绑我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了一种梦回上辈子的感觉。木薯心跳得很快，感觉到身边人的呼吸很平稳，他慢慢睁开了双眼，但是没敢转头，他怕会对上阮西西的那双大眼睛，他怕他会原地去世，他就这么呆呆地看着天花板。他刚刚爬床的动作也未免太熟练了吧，所以他到底偷偷爬过多少次了？今天晚上的你让我看不清，我把你一手养大，不会还是上辈子的结局吧？虽然绑得跟上辈子不太一样。木薯的心情很复杂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阮西西忽然小声喊了一声哥哥，木薯立刻闭上了眼。在他没想好之前，他不知道怎么跟阮西西对峙，而且这个画面要是被他们苏老师看见了，问题就更大了。还好的是阮西西估计是做梦了，并没有醒来。那天晚上木薯直接通宵了，他也知道了阮西西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偷偷溜出去，一整晚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在木薯身边睡得香甜。这不对啊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什么这辈子的阮西西对我的占有欲还是如此的不正常？早上再次看到阮西西的时候，他表现得很正常，让木薯完全看不出异样。要不是昨晚木薯很确定自己真的是全程醒着的，差点又以为自己做梦了。完蛋玩意儿！要是他每天都来爬自己床的话，那自己之前的一些反应他全都知道了。早上是苏英开车带他们一起去学校的。苏英晚上一般是让他们先回去，因为他会留在教室给一些学生补习。至于早上，只要不是他值班，都会带2个小孩一起上课。此时苏英注意到木薯一直打着瞌睡，语气严厉地问道：“小鼠，你昨晚干嘛了？”我能干嘛？睡觉啊！一旁的阮西西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，目光往他的手腕扫过，确定没留下什么痕迹。事实上，他也发现了今天早上木薯的有气无力，可是昨晚他确实是在睡觉啊。阮西西有些担心的伸手想摸一下他的额头，可是木薯却猛地躲开了。阮西西愣住了，看着自己落空的掌心，眼神里有迷茫无助，还有眼底深处的一抹深沉。木薯躲开之后就后悔了，看着阮西西一脸的失落，不自然地说道：“我没事，就是有些没精神，可能是昨晚没睡好。”说完之后，木薯自己都无语了。果然是没睡好，脑子都不会转了。昨晚阮西西就躺我旁边，能不知道我睡没睡好吗？你们都初3了，心思放在学习上，别想些乱七八糟的。一直到下车，阮西西都没再说话，两人一前一后的走进教室。咱俩鼠哥，你俩这是矛盾加深了，怎么感觉气氛更僵硬了？木薯看了一眼冷着脸坐下的阮西西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你觉得阮西西怎么样？”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在你眼里，阮西西不就是完美的吗？还用问我？
我之前说了一次阮西西其实也没有很好看，还被你揍了一拳呢。你就是个极品妹控，现在一个妹控问我觉得她妹咋样，这不就是想听彩虹屁了吗？她漂亮，成绩好，脾气好，说真话，不揍你。木薯估计自己是对阮西西的滤镜太重了，才会一直发现不了她有什么不对劲，而他身边除了齐汉，其他男生基本都跟他一样觉得阮西西接近完美了，所以他很好奇齐汉眼里的阮西西是什么样子的。你叫我说的啊？我觉得她很恐怖。齐汉的声音很低，还不自觉地看了一眼阮西西的方向，刚好阮西西转头看了一眼他们这边，齐汉感觉自己的冷汗瞬间就出来了。其实阮西西可没空注意他看的是木薯，木薯不太对劲，他打算今天直接问清楚。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？我小时候推你那次，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，要不是条件不允许，他真的会弄死我。虽然那时候还小，可是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神，而且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有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。我觉得是阮西西，虽然我没证据，可是男人的直觉你懂吧？木薯听得一脸无语，不过还是把齐汉的话放在了心上，也让他再次清楚地记起来，当初的阮西西其实已经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了，只是后来他学会了隐藏。马德，重来一次，我好像又把自己的路堵死了。这阮西西到底还能不能养了？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了，从那天在楼梯口遇到他，默认自己妈妈把他带回家开始就没有选择了，养都养这么大了，还真能丢了呀，而且现在的他也舍不得。木薯平时中午的时候一般都是会跟阮西西一起吃饭的，可是这几天木薯因为之前的梦的误会有些堵着阮西西，几天没有一起吃了。阮西西原本以为就他早上的态度，估计今天也是不跟他一起吃的，可直到最后一节课下课后，他却听到那熟悉的声音。阮小西去吃饭了。阮西西愣了一下，转头看了过去，木薯跟齐汉站在一起，齐汉在旁边翻着白眼。齐汉是真的觉得这人有病啊，早上还问他觉得阮西西怎么样了，他倒是老实说了，这次也确实没挨揍。我还以为你也发现了什么呢，结果你倒好，转头又叫上一起吃饭了，就说这个妹控不可能忽然就变了，早上多半是抽风。前几天还天天躲着我，现在终于正常了。果然人还是要绑过了才老实。以后我要不要天天晚上把木薯绑起来呢？一旁的木薯丝毫不知道阮西西的想法，还在和其他人聊着中考的事情。阮小西是学校看好的中考状元的苗子，所以没什么悬念，估计是直接升一中高中部的。西西肯定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怎么办啊？要是考不上，我肯定要被我爸妈打死。你们都打算考什么学校啊？也是直升吗？不然呢？我爸妈说了，我升不上去就让我去学武术。齐汉家是开武馆的，当初木薯知道之后很震惊，就这家庭出身还被当初的阮西西吓哭了。没办法，小时候不喜欢练武，我爸还说白瞎了我这大块头，现在也就时不时的练练。鼠哥你呢？他还用说啊？肯定是西西在哪他在哪的。倒也不用说这么绝对吧，虽然苏老师是让我一定要考上一中的。家里有个老师，压迫感还是很强的。木薯估计过自己的成绩没什么问题，不过上了高中之后就有压力了，毕竟上辈子他是艺术生，学美术的，文化课还是很有压力的，尤其是数学。吃完饭之后，木薯带着阮西西去买零食了，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在路上。木薯的心情当然没有表面的那么平静，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慌。阮西西太聪明了，木薯虽然重活一世，可是脑子和智商这种东西不会因为你重开了就会给你多加一点，所以木薯也没打算跟阮西西玩脑筋急转弯。此时他直接开口：高中我想住校。阮西西原本心情不错，她跟在木薯身后被他宽大的身形挡着，这让她有一种被木薯包围的安全感，很奇怪，但这种感觉只有木薯能给她。但是听到木薯的话，她的脚步停下了，然后就这么看着木薯的身影慢慢的离开了，两人之间好像被分裂开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她固执的往前一步，重新跟上了他的脚步。你是偷偷谈恋爱了吗？不是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谁跟你说的？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木薯声音严肃的向老师提问，阮西西本能的回答：学习，中考、高考，考上好的大学，寻找光明的未来。这是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后木薯让他背下来的，他都认真的记着呢。木薯满意的点头，感觉自己就像那房黄毛的老父亲。记住，不要听他们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谈恋爱不如做题。大好青春当然是用来学习了。平时他这么说了，阮西西一般都会乖巧的应好的，可是今天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竟然追问了一句：你怎么知道？你谈过吗？说完就直直的盯着木薯等他回答。有被冒犯的，2辈子都没谈过的单身狗表示被重创了，也不知道跟他厮混的那几天算不算谈过了。谈恋爱有什么好的？不就是给你送东西，陪你上下课吗？这些我都能陪着你，你还真的想谈啊？阳光从一旁茂盛的树叶中挤了出来，偷偷的落在阮西西的脸上。木薯看着他那执拗的眼神，有些无奈，感情也有些复杂。他想让阮西西变成很好的人，这样他以后就有更多的选择了。他想帮他很多，可是奈何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有些泥潭得他自己走出来，别人不能拉着他走一辈子的。上辈子的阮西西经历过什么，木薯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知道这辈子的阮西西跟上辈子终究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看着阮西西认真的说道：你好好学习，以后你想要的都会有的。鸡汤还没说完呢，阮西西就开口给了他的惊吓。谈恋爱不只是这样的，他们说还有亲亲和抱抱的。
到底是哪个黄毛？拔刀吧！阮西西不知道木薯的脑子里还在担心着自己的未来，他此刻只想知道木薯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。你是谈恋爱了吗？谈什么谈？我能跟谁谈？脑子里一天天想什么呢？我一天到晚接触的异性，除了你就是周萱萱了。我跟她看起来像是有什么吗？阮西西皱眉，确实不太可能，毕竟周萱萱一直觉得木薯是在奴隶阮西西。没谈就好，不然我会忍不住想做点什么的。我这边天天跟你说这些，防止你被一些黄毛白毛骗呢。你倒好些怀疑我谈恋爱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爱学习。那你为什么想住校啊？因为发现了你半夜爬我床啊。这话木薯不敢说，他很怂。因为我想试试集体生活。那我怎么办？我不想过集体生活。要是你住校了，我以后就只能一个人回家了。高中晚自习，下课还晚。好像也是，我怎么忘了这个了？烦死了。算了，我随便说的，到时候再看看。阮西西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在木薯转身的时候小声地问了一句：谈朋友那些男生会做的，你也会帮我做吗？哼，所以不要搭理他们。阮西西在他身后看着他的后脑勺，脑子里却在想，那要是跟木薯亲亲抱抱，好像也能接受，毕竟木薯又不是别的其他人。木薯可不知道他的脑回路这么清晰，只是他晚上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第一次把门反锁了，加起来30多岁了，他确实是在家里第一次锁门。为了看看阮西西是不是每晚都来，木薯硬是撑着没有早睡，其实也在打瞌睡了。直到凌晨1点多的时候，他果然再次听到了有脚步声停在他的房门口。说真的，木薯背后的汗毛都立起来了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房门被轻轻的拧了几下，然后外面的人应该是发现房门被反锁，没了动静，但是也没有离开，就这么站了估计有10分钟吧。门外的脚步声走远了，木薯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的后背还是出汗了，他甚至是忘了呼吸了，有些丢人，竟然被一个10来岁的女孩吓得忘了呼吸。但是木薯觉得今晚之后阮西西应该是不会再来了，然后他晚上又梦到了上辈子自己被阮西西绑在了出租屋里的画面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很是尴尬，也很是恐惧，因为梦里最后还是阮西西一手的血跟自己贴在一起，嘴角的笑很幸福。这个画面每次让木薯想起来都会起鸡皮疙瘩，恐惧也会在心里蔓延。其实也不只是恐惧，因为现在跟阮西西的关系很好，所以他现在还多了难过。这辈子他也没啥要求，就想改变自己和阮西西最后都死了的结局。为了防止小青梅半夜爬我床，我直接把门反锁了起来。结果第二天一早，老爸一脸懂我的样子看着我，还说让我注意身体。不是，老爸，你这什么表情？咋感觉老爸好像误会了什么？而另一边正生闷气的阮西西愣住了。原来昨晚锁门是因为这个吗？我也有上生理课的，这好像也挺正常的。阮西西神色有些不自然地转开了视线，毕竟平时早上他也发现了一些事情。哎，不是，阮小西，你脸红个什么劲儿啊？给我正常一点啊，不要有什么奇怪的想法呀，这都是误会啊。瞎说什么呢？孩子们都在呢，这西西还在这呢，有什么事你们爷俩不能关上门自己说吗？没事没事，哈哈。木薯看着指定想插的几人，想解释什么，但是又感觉这个理由合理而且有用，不用再担心阮西西半夜爬床了。最后他闭嘴了。阮西西一开始还挺能接受这个理由的，可是在连续3、4天晚上都进不去木薯的房间之后，他有些急躁。此时他正在自己的房间，看着电脑上关于青少年过度自律的危害，他有些烦躁，也有些焦虑。下面还有该如何引导青少年。最后他皱着眉头认真的看完了，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。今天是周日，苏英刚刚接了电话出去了，江维明正在医院值班了，家里只有他们俩，倒也合适。阮西西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来到了木薯的身边。咋啦？苏老师说晚饭让我们自己解决，今晚出去吃还是在家吃？在家吃吧，我一会做。木薯嗯了一声，埋头继续着自己的峡谷大飙车，却突然觉得身边的人靠得很近。靠这么近干嘛？哥，我们聊聊吧。说完还冲着木薯笑了一下，很甜的那种。怎么有事找我帮忙？虽然阮西西很少找他帮忙，但是每次找他帮忙的时候都很乖，就跟现在差不多。然而阮西西却摇了摇头，语气沉重。我没事，是我感觉你这样不行的，木薯。不是，虽然现在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应该，可是男人怎么能说不行？你给我等一下。阮小西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这都看一下午科普了，当然知道了。标准答案还说要站在你的角度理解你，虽然我不太能理解，那种事情真的有那么……木薯，我感觉那种事情要适度的。我们之前学校不是也上课说了吗？就是在我们这种年纪，你会好奇和想去尝试是正常的。我不对，算了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想说那种事太多了，伤身。快给我停下来呀！阮小西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别老打断我呀。还有，下一步就是说你有什么可以跟我说的，合理倾诉。这次他的话还是没说完，因为木薯往他嘴里塞了个棒棒糖。其实木薯自己不爱吃棒棒糖，但是他每次买零食都会买。他忘不了之前阮西西刚来他家的时候，被他妈妈塞了一颗棒棒糖，却不舍得吃完，吸溜了几下就偷偷藏起来，估计是想留着晚点再吃。转头却把自己剩下的糖果都偷偷塞给了木薯。这个我吃过了，阿姨塞我嘴里了，有些脏了，下次我不会让阿姨塞进嘴里了，都给你。那个小心讨好和吃到糖果眼神明亮的样子让木薯记到了现在。后来他就总是顺手买糖了，此时木薯用糖塞住了阮西西的嘴，有些无奈。就你还想引导青少年呢？引导我这个青少年啊？
这不是巧了吗？自从你跟我提过什么早恋之后，我也去查过了如何去正确引导青少年。标准答案我也记着呢。只是后来见阮西西对谁都还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木薯觉得的也用不上，可是没想到自己对阮西西用不上，阮西西倒是对他用上了。阮西西没想到他也看过呀，有点尴尬，但话都起头了，也不能不说。就是你不要老是锁门，做那种事啊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所以有些误会是要及时解释清楚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老是锁门的？哎，我早上叫你起来的时候知道的啊。那种事情真的那么快乐吗？可是真的不可经常。闭嘴，吃你的糖吧！一个小姑娘，你跟我谈这个合适吗？你都敢做，怎么还不能说了？听听，这都什么虎狼之词？这死丫头越来越欠揍了。最后木薯回自己房间了，还叫阮西西不许进来。阮西西站在门口可怜兮兮的。那你今晚还锁门吗？你还惦记着这个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关心我呢。锁，以后都锁。我们长大了，要有彼此的空间，知道吗？还有，我不是每天都在里面做。我跟你解释这个干嘛？做卷子去吧你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找到你房间的钥匙了，不过不能过夜了。那就每天过来牵一会手好了。说服了自己之后，阮西西的心情又变好了。晚饭是阮西西做的，该说不说，阮西西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木薯很满意。吃完饭后，两人又坐到一起学习了。毕竟初三学生的日常就是刷卷子。说起来，阮西西不是在练散打吗？你怎么不顺便练一下啊？我能告诉你，我上辈子其实也是练过的，但是还不是被阮西西一杯水弄倒了。阮西西练了是用来自保的，我能有啥危险？而且有危险，不是还有阮西西保护我吗？你小子是真的不要脸啊！木薯直接心安理得的接受，这又不是第一次被这么说。还有2个星期中考，考完后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我都可以，回头我问问阮小西去不去。你这家伙以后不会是个妻管严吧？等等，谁是妻？不会是阮西西吧？本来木薯预计的很好，甚至都已经跟齐汉他们约好了，跟家里的家长们也说好了，等中考完了就跟朋友们一起去玩。说真的，除了一开始不适应，到了现在很多时候木薯都感觉自己真的是个10来岁的小孩了，都要被同化了。看他每天为了中考拼命刷题的样子是真的，自己看了都感动。可是或许是生活过得太如意了，人的防备心就会放得很低，所以当看到阮大天拦在阮西西面前的时候，木薯脑子里什么忽然炸开了，想也没想的拉着阮西西往自己身后。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，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。我的青梅就是那个不幸的人。所以当阮西西在看到阮大天的那一刻时，脑子里的那根线瞬间就拉紧了。阮大天看起来比之前刚刚出来的时候好了很多，长胖了，可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很阴沉。他看着木薯挡在阮西西身前的动作，笑了。之前听他们说我这便宜闺女是你爸妈给你养的童养媳，我本来还觉得不太可能，现在看起来倒是挺像的。你来干什么？这话说的，江家小子，我自然是来看看我那一直不回家的闺女啊。说着，阮大天露出一个笑，笑得在木薯看来很恶心。阮西西这么久没见你老子都不会喊人了，哑巴了。木薯皱着眉，感觉自己的手被阮西西握住了。平时他更多的是拉自己衣服，牵手在他们长大之后是不被木薯允许的。可是木薯这次却没有甩开他，甚至握住了他有些发抖的手。你找他做什么？看也看过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呵呵，木薯，你还是现在给你爸妈打个电话吧。我跟你这小孩子也谈不上，你爸妈这行为算是拐带我闺女了，你们知道吧？说完还得意的笑了一下，这厚颜无耻的样子实在是让人想给他2拳。木薯看着阮西西的眼神就知道他的想法大概跟自己是一样的，可是木薯还是拉住了阮西西的手。别冲动，我给我妈打电话。木薯脑子里闪过了很多，可是还有几天他们就要中考了，他知道阮大天就是故意在这个时间出来的，无论是木薯还是苏英他们都不可能让阮大天影响到阮西西的考试的。你们是江医生家的孩子吧？需要帮忙吗？你们认识他吗？怎么会不认识呢？看到了吗？这是我闺女，看看长得像吧？反倒是这小子一家拐带我闺女。闭嘴！阮西西被木薯抓住了手，此时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阮大天，声音很冷，那眼神恨不得立刻动手宰了他。阮大天只是看了他一眼，并不放在心上。哎，我这闺女养不熟啊，人家给了2口饭，就连亲爸都不要了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女娃倒是没否认啊。最后木薯拉着明显情绪不对的阮西西，给苏英打去了电话。我现在就回来，你拦着点西西。木薯嗯了一声，挂了电话之后安抚似的揉了揉阮西西的小脑袋。阮西西愣了一下，很想说其实他不怕的，他只想弄死阮大天，而且他知道这次阮大天来肯定是没好事的，多半是来要钱的，问苏英他们要钱，可是阮西西不想给。怎么不请我去你家坐坐呀？怎么说也是邻居，说不定以后还是你岳父呢。说着还笑了一下，带着恶意的目光在木薯和阮西西身上转着，他看着阮西西那张脸。说起来，我这闺女长得像她那贱人吗？好看是好看的，你倒是会挑。你给我闭嘴！虽然早知道阮大天不是个东西，可是木薯还是被他那语气和话语恶心到了。他的闺女在他嘴里好像是能随便挑选的货物一样。木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人，对比起来，阮西西倒是对他的话没什么反应。你来做什么？不是说了吗？来看看我闺女啊。看完了，滚吧。阮大天呵了一声，刚准备动手，却好像又想到了什么，忽然笑了。
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就是来看看吧？苏音和江维民拿了你那个贱人妈多少钱了，总得还给我吧？你可是我女儿，这钱怎么说也该是我的吧？跟你们说不明白，苏老师和江医生可是个体面人，我跟他们说去。说着还心情愉悦的哼起歌，果然是为了钱。木薯觉得只要不是冲着阮西西来的，情况就不算太差。但是阮西西的心却一直往下沉，给这种人渣钱是没有底的。很快，苏英就回来了，见两个孩子没什么问题，才松了一口气。不请我进去坐坐呀？怎么说也是靠着我家阮西西才买上的房子吧？这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阿姨和叔叔自己买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你那贱人妈给了不少钱吧？人家现在可是傍上大款了，压根不缺钱。你知道她给了我多少钱了吗？15万呢，给你的还能少吗？她以前不是最疼你吗？阮西西的眼神和脸色都没什么变化，木薯却有了不好的预感。只1年多就给了15万，可阮西西的户口和监护权还在阮大天的手里。陈慧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既然这样，你直接去找陈慧就好了。西西就要中考了，您那贱人忽然联系不上了，我急着用钱就来了。我知道快中考了，不然我来干什么？没钱，你来不是就要钱吗？没有，他1年给你15万，给我这么多年加在一起都没有这么多。那房子给我住住也行，追债的人要上门，我没钱给，我就躲你这边了。你应该也有房间吧？小鼠，你带西西先带回去。阮大天，我跟你到那边咖啡馆聊聊。阮大天看了一眼恨不得杀了他的阮西西，不愧是我的种，这眼神，这狠劲，真的是一模一样啊！既然苏老师都开口了，我多少要给点面子。阮西西还想说点什么，却被木薯拉走了。阮西西看阮大天的眼神很不对劲，木薯自然能看出来，阮西西的身体基本被他搂在怀里，那么瘦，此时紧绷着，感觉还有些发抖。虽然他没完全表现出来，可是木薯知道他在害怕。从见到阮大天的那一刻开始，他整个人的气场都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是夏天，真的很热，可是阮西西却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冷的，跟泡在冰水里一样。当初自己身上的那些伤痕，此刻好像都开始疼了起来，骨子里的腐烂好像从来不曾愈合过。阮小西看着我。重复了2次，阮西西才缓缓抬头看向木薯，那双漂亮的小鹿眼此时却没有了看着木薯的时候常常带有的无辜感，黑沉沉的，像是一潭死水，里面是孤寂一片，仿佛看不到一点的光亮。这个眼神，当初木薯把他捡到的时候曾经见过。他的手轻轻地放到了阮西西的头上，揉了揉。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？任何事情都要考虑自己，保护自己，还记得吗？阮西西没有说话，只是抿着嘴看着木薯。木薯也不意外，只是继续说，要是实在不行，你想想我，想想我爸妈，还有身边的朋友。我知道你想杀了阮大天，可是他不值得你为了他毁了你后半辈子，他不配。你是我好不容易捡回来养大的，你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不要被他影响了。木薯难得温柔地把阮西西抱在了怀里，带着安抚。木薯不得不承认，其实他知道阮西西对自己不同寻常的占有欲，也知道怎么才能安抚好他，所以这么久了才敢一直把他留在身边。阮西西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小孩，起码在木薯眼里是这样的，太容易看懂。阮大天的突然出现刺激到了阮西西，更是吓到了木薯。木薯很怕安抚不了阮西西，怕阮西西今晚就扛着刀去把阮大天给砍，直到感觉怀里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下来，木薯才松了一口气。阮大天该死，但不能搭上你。木薯其实也好奇苏英跟阮大天说了什么，但是他现在只能先把阮西西带回家。刚刚阮大天看阮小西的眼神，就像是在看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。小时候的阮小西最多是被阮大天打一顿出气，可是现在呢，她长大了，也很漂亮。此时两人坐在房间里，面前都摆着卷子，看似都在认真学习，但是起码木薯是一点心思都没有的。他看了一眼身旁垂眼做卷子的人，刚刚的事情好像对他没影响，刷题的速度一点都没慢下来。正胡思乱想，门口传来了声音，木薯注意到阮西西的动作立刻就停下来了，他远没有表现出来的冷静。爸，你不是今天值班吗？叔叔阿姨，对不起。说什么对不起呢？事情解决了，你呀，后天就好好考，给我和你江叔争气点，我们是不能指望木薯了。一家人不说那些对不起谢谢什么的。就是原本我值班，我们主任后天要出差跟我换了，我回来楼下遇到你苏姨了。夫妻俩语气都很轻松，木薯知道大概是真的暂时解决了，就是不知道用的什么方式。他很想问，可是此时也在自己爸妈的示意下按下了自己的好奇心。阮西西被苏英半搂着，垂着眼，眼眶通红，鼻子酸酸的。木薯一家都是很好的人啊，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糟糕透了，偏偏遇到了他们一家人。阮西西自然知道他们是为了不影响到自己，所以在故作轻松。阮西西也只能装作松了口气。他们不想他问，那他就如愿做个乖孩子。还有2天就中考了，快了，阮大天，我不会让你这种吸血虫沾到江家任何一个人身上的。晚饭过后，趁着阮西西去洗澡，木薯摸进去了他爸妈的房间。你好好考试，一个小孩该问这个啊，回去。小孩没人权，特别是在爸妈面前。江维宁看着儿子一脸不服气，伸手习惯性想揉他的脑袋，却发现孩子其实已经开始长高了。最后他拍了一下木薯还有些瘦的肩膀，没事，我跟你妈妈能解决，你们先好好考试。阮大天那人不过求财，果然还是用钱解决了。我们考完试不能一直迁就他，摆脱不了的。其实他能进去1次，也能进去第2次，还有3年，阮小西就成年了。江木薯，
木薯话没说完就被苏英严厉的声音打断了。他愣了一下，抬头看向他爸妈，对上的是2道不赞同的目光。小鼠，这不是你该考虑的，我们还在呢，你先回去好好复习吧。苏英探究的目光落在木薯脸上，可是最后什么都没说。木薯知道自己说太多了，这不是15岁的木薯会说出来的话，到底是关心则乱。今天阮大天的出现不止影响了阮西西，也影响到他了。小鼠的办法还说呢，你看看你儿子都成什么样子了，这像是一个孩子能说出来的话吗？我就好奇他跟谁学的这些。而另一边的木薯正看着站在自己房间门口的阮西西，对上他那双无辜的小鹿眼，都不用阮西西开口，木薯直接打开了房门。进来吧。阮西西嘴角微微上扬了起来，原本死气沉沉的眼睛里终于透出了光。床我们1人1半就行。呵呵，我谢谢你啊，这原本就是我的床。我知道你害怕，所以绑在一起你会有安全感一点吗？那一刻，阮西西感觉自己心跳有了一瞬间的停止，甚至怀疑之前自己绑他手的那次他是不是知道了。木薯却像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样，直接绑在了阮西西的一只手腕上。给我也绑一下，我不顺手。放心，没事的。今晚所有守护你的英雄们暂时放假休息，我守着你，所以不要怕。阮小西，哥哥守着你呢。阮西西看着木薯递过来的手，莫名的有些想哭。他是故意跑到木薯房间门口，他知道木薯会心疼他，他很久没跟木薯一起睡了。木薯也果然把他放进来了，可是却打算自己睡在地上。原本阮西西还有些不开心，但是被木薯这么一弄，心里只剩下软乎乎的感觉，还有点想哭。你还绑不绑了？可是我们可以手牵手睡，跟小时候一样。你几岁了？我几岁了？要不是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你刚来的时候就不该跟我睡一个屋了。你还睡不睡？不睡你今晚回去跟葫芦娃睡去吧。我睡，我不闹了，不要赶我走。说着就拿着软绳熟练的往木薯手腕上绑去。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主动把手伸过去给阮小西绑。当天晚上毫无意外的，阮西西做噩梦了。即使阮西西不说，努力表现得很平静，可是木薯一直都知道的，他是怕阮大天的。那么小就一直被打骂，怎么可能不怕？此时的阮西西呼吸很重，闭着眼却控制不住的颤抖着。木薯没有犹豫，直接爬上了床，伸手把阮西西抱进了怀里。没事了，阮小西，都是梦。怀里的人浑身僵硬，不住的发抖。木薯心中的愤怒也肆意的翻滚着，他想把阮大天弄死的想法，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。哥哥，我疼。我在，哥哥在呢。那是5岁到8岁的阮西西的心里话，他很疼，哪里都疼，他好想跑，可是每次他刚刚跑到门口，就被阮大天扯着头发拉回来了。他看到了对面门打开了，对门那个幸福的小胖子看了一眼，其实他不想叫他胖子，更想叫他哥哥，可是他看到他被打却飞快的关上了门。阮西西分不清梦和现实，一会是木薯挡在他面前的身影，一会是他飞快的关上门的那一幕，就这么一直重复着。木薯发现阮西西发烧了，他想去叫江为民，可是阮西西紧紧地抱着他，嘴里无意识地喊着哥哥。木薯直接给江为民打了个电话，所以当2人打开门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自己儿子抱着浑身颤抖的阮西西，还有2人绑在一起的手。爸妈，阮小西发烧了，好烫啊！我去开车把人送医院去，得打点滴。苏英正准备说什么，却被阮西西无意识喊的一句别打了击穿了防线，瞬间红了眼。阮大天的出现终究还是刺激到了阮西西，尽管木薯已经提前做了准备，让阮西西和他睡一个房间，更是不惜把自己的手腕和阮西西绑在一起，可阮西西还是做了噩梦，发了高烧，半夜送去了医院。老姜，你跟小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守着就行。不用妈，我也等着，不然阮小西醒来了会害怕。他在梦里也只会小声的叫着哥哥救我，这要是醒来看不到我怎么办？江为民注意到妻子的脸色不太好，想到他们2人竟然都不知道2个孩子是一起睡的。小鼠，听你妈的！木薯还想说什么，可是也注意到了苏英的脸色不太好，他看了一眼江为民，江为民示意他听话。最后木薯看了一眼还躺在病床上的阮西西，那我明天来。凌晨的街道上基本没什么车，他们都没有说话，但是木薯知道他老爸肯定是有话要说的。果然过了一会，江为民开口了。小鼠，今天西西是在你房间睡的？他睡床，我睡的地上，我只是在发现他不对劲的时候才上床的。江为民还是相信自己儿子的，这个只要一会回去看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可是儿子，你们都10多岁的孩子了，男女有别，就算是亲兄妹再睡一个房间也不合适了，更别说你们不是亲兄妹啊。我们平时也没有这样，只是今天阮大天忽然出现，估计阮西西太害怕了，就今晚而已。至于阮西西偷偷进我房间的事情，还是先不说了。以刚刚老妈那脸色，要是知道了，估计要炸开。你明白就行。小鼠，你毕竟已经是10多岁的孩子了。其实今天要是西西害怕，你应该告诉你妈妈，让你妈妈陪她的。你长大了要知道什么是边界感。木薯轻声的嗯了一声，他只是忽然觉得长大了是真不好。虽然他刚刚重生的时候一直想着快点长大，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是最快乐的。那遗失的童年重新回来了，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想。到家之后，江为民还是到木薯房间看了看，木薯也没拦着，不让他看到地上的毯子。估计他爸妈今晚都要睡不着了。不过木薯是一点都睡不着，第2天一大早就醒来了，跟着要去上班的江医生一起去了医院。到医院的时候，阮西西已经退烧醒了。在看到木薯的时候，他眼神亮一下。守了一晚的苏英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不知道是不是江为民跟他聊过了。苏英的态度倒是正常了。
让西西好好休息，不要想太多了。阮大天那边真的有我和你爸呢，我也会联系陈慧的。孩子到底不是他们的，插手起来真的很麻烦，也只能一直试图联系陈慧来解决了。辛苦老妈了。臭小子，还知道心疼你老妈啊！阮西西早上醒来，睁眼看到的就是苏英，只是那一刻她脑子里只有小时候的木薯当着她的面关门的画面。其实她也记得，后来姜维民就来敲门了。原本说他想跑要打断他腿的阮大天，那天还是没能打断他的腿。再后来，他一个人偷偷坐在楼梯上的时候，全身都疼，身后传来声音，他转头只看到楼梯上放着一颗糖，还有木薯那胖胖的身影。那个时候他们6岁。木薯，你后悔捡我回去了吗？我太麻烦了。我从来不后悔捡你回来，我不后悔，我爸妈也是。只是还是忍不住心疼，他不敢想上辈子的他是怎么活下来的。光是见了阮大天一面，他都能吓得发高烧，内心的恐惧得多大。这个给你，葫芦娃同款树藤葫芦，我把自己装里面，以后你只要叫一声，我就出来保护你。摸摸毛，吓不着。梦梦飞走了，不要怕。明明幼稚的动作，他却做得很认真。阮西西握紧了手里的小葫芦，上面仿佛还残留着木薯的体温。他身上是他熟悉的味道，跟医院那冰冷的消毒水味截然不同。阮西西笑了，他不怕了，他有木薯了。我要好好活着，为了木薯，也为了苏姨和江叔叔。阮大天这个人渣现在已经不配让他葬送自己拖着下地狱了，因为他是烂泥。可是他不是了，他是被木薯捡回家的小凡人精。阮西西退烧后，姜维民就办了出院。阮西西在姜维民面前一直是很拘谨的，他本能的有些害怕，他害怕跟阮大天年纪差不多的人，而且姜维民对阮西西的态度一直都是很和善，但终究只是和善，比不了苏英的亲近。阮小西，你这身体还是不行啊，吃了这么久的中药了，还是这么虚。对不起啊。你怎么就这么喜欢道歉啊？动不动就是对不起。你要是这么喜欢服软，他的话突然顿住了。要是当初他会服软，大概也不会被阮大天打成那样了。阮西西还在等他说下面的话呢，直直的看着他。木薯却不说了。你这样，明天能考试吗？可以的。你们之前不是说考完试要去玩吗？你们推迟一点去吧，西西这身体得养养。不用的，我可以的。我爸是医生，听他的。阮西西看了一眼姜维民，不敢再说反对的话了。木薯在一旁看得一愣。还是得我爸出马呀，不然就阮西西那样子，每次表面上像是听话，可实际上一点都不听。但是每次姜维民的话，他就乖乖听了。回到家后，苏英看着阮西西还有些苍白的脸色，很是担心。感觉还好吗？吃完饭了要好好休息，明天考试尽力就好，知道吗？身体最重要。看着苏英对阮西西的柔声细语，一副恨不得把她揉进怀里的样子，木薯在一旁忍不住阴阳怪气道：“你怎么不这么跟我说呀？你那时候怎么说的？我可是记得真真的。”姜木薯，要是中考没考好，你看我不扒了你的皮。语气都学得很像。阮西西和苏英都被他逗笑了。你再皮，你妈揍你，我可不保你啊。您老人家好像也没帮过呀。帮过的，叔叔给递了棍子。阮小西，你这话说的，木薯你自己说自己是不是欠揍吧？吵吵闹闹，说说笑笑的，家里的氛围很好，好像阮大天出现，阮西西发烧这个事情就彻底过去了。当天晚上，木薯看到了苏英到了阮西西的房间，想来是去陪她睡觉了。感觉阮小西今晚估计要睡不好了。果然，第二天看她的状态很一般，不知道是因为没睡好，还是因为生病的原因。不过两人最终还是一起进考场了。为期2天的中。青梅明明美若天仙，而我却对她避之不及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她的跟屁虫。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长相过于清秀的哥哥，直到他转学走的那天，我被他强吻了，嘴里的异物让我瞬间清醒，对他的恐惧达到了巅峰，难上加难，人不能，至少不应该。本以为我和他再也不会有交集，可没想到大学报到那天，我竟然再次遇见了南哥，只是这南哥变得好像有些奇怪。已经到家了，放心吧，老爸，过几天我就回去了。不过他填志愿的事情，就拜托你多和江叔还有兰姨打听了。再说我还不想暴露，就当是一个惊喜吧。今天回来的时候，我好像看见了笨蛋，他也不出意料的没有认出我。不过笨蛋现在已经长得比我高了，而且也变帅了，也不知道高中有没有被哪个小姑娘迷的。想到这儿，少女明显愣神了。回过神来，才发现笔尖溢出的墨水已经变成了巨大墨点。片刻后，月记中出现了4个特别的大字：一定没有，笨蛋，就让我们大学相见吧。Defeat。谁这么闲？大晚上的还惦记着我？反弹反弹，宣布反弹，烦死了！睡觉。饿死我了！老妈没做饭吗？咋这么干净？不用找了，没给你留饭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自力更生吧。加油！这才刚放假就要给我放养了是吗？我不会做还不会买吗？老板，1碗豆腐脑，1笼包子，在这吃。好嘞，小伙子，先坐。老板，1碗豆腐脑，1笼包子，在这吃。
鼠哥，早上好。少来这套，有事就说。那个鼠哥，我能去你家住2天吗？好端端的来我家干什么？你家不让你住了？昨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，我喝多了，好像把我妈给骂了。你现在在吗？刚从旅馆睡醒。那没事了，给阿姨打电话道个歉，回家等死就行了。鼠哥，我亲哥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行了，你回去最多吃一顿鸡皮囊，问题不大。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所以喝酒别喝多，喝多了就容易出事。3年前我就知道教训了。吃完早餐后，穆小鼠准备付钱。小伙子，你和刚才那个小姑娘不是一起的吗？她都给过钱了啊？你们不认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认识的女生基本都是同班同学，这好像也对不上。老板，能麻烦你看一下付款记录吗？那个小姑娘给的是现金，别想那么多，小伙子，这也不一定是坏事。万一是桃花运，人家小姑娘看上你了呢？我可替你看好了，人家小姑娘长得很水灵的。缘分不缘分的，起码让我把饭钱还了吧。莫名其妙的欠了别人一顿饭，会是谁呢？莫非这是什么高级人贩子的手段？一口美人计，专门诱拐我这种优秀青年。公度如斯。胡思乱想之际，穆小鼠已经回到了家中。遇事不决没关系，先开一把游戏放松一下。另一边，少女有些慌乱地回到了家中。没想到出门吃个早饭也能坑到那个笨蛋。我把饭钱偷偷给他付了，估计会吓他一跳吧。而且我给的还是现金，那个笨蛋想看付款记录都看不成。不过我明明是在做好事，干嘛还这么紧张呢？真的是每次看见他都让我心跳莫名加快，都怪那个笨蛋。坏了，我不会真的感冒了吧？好兄弟，还活着吗？当到家，鼠哥，我跟我妈道歉了，我妈也原谅我了，还说晚上给我炖排骨和猪蹄吃。排骨和猪蹄，正所谓知杀补杀，这是准备把你腿打断，太惨了，真是太惨了。不过一顿毒打总比顿顿毒打强，挺好的。小鼠在家吗？我在。晚上炖排骨可以吗？我买了几斤排骨，正好你爸今天晚上也回来。排骨？对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都行。有时间了就把你房间收拾一下，天天跟猪窝似的。我马上收拾。儿子，你夏叔叔昨天给我打电话来着，问你有啥想法吗？以后想去哪上大学？啊？夏叔叔不就是夏西南他爸吗？穆小鼠的表情僵住了，想到了一件让他至今都有心理阴影的事。当年那件事对他而言冲击力实在太大。当年我就不该跟他喝那杯酒，你能想象被自己的好哥们抱着啃的情形吗？可怜我爸是男，竟然被发小占了便宜。也是那件事情过后，他和夏西南几乎断了联系，但两家大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好。愣什么呆呢？以后想去哪里读大学？我想等成绩出来之后再做决定吧。那你想好学什么专业了吗？如果可以，我想学个课少事少，毕业就有工作，工作简单，不用应酬，长久瓦次，有午休双休，节假日不掉班，没有加班，挣钱多的专业。穆小鼠掰着手指头说着自己的幻想，听得老姜直接硬了，拳头硬了。穆小鼠见状，直接溜出了家门。老子活了40多年，也没听说过哪所大学有这种专业。咱儿子倒是像你，目标挺远大。狗屁！但凡他能有3分像我，我都能省点心，多活20年。3年前，我被自己的发小强吻了。他说这是临走前能给我的唯一礼物。我对此恐惧了3年，直到某一天，一个漂亮姐姐突然出现，还让我喊南姐。看着曾经的南哥变成了南姐，我裂开了。同样裂开的还有我那傻傻的堂妹，因为她的白马王子不见了，变成了白雪公主。那个，他帮我。怎么了，小韩？有什么就直接说，没事的。我能不能跟你打听一下西南哥的情况？不对劲，这表情，这神态，这孩子喜欢夏西南，还叫什么西南哥？他难道不知道夏西南和他一样是女孩子吗？猜到原因后，蓝淑贤有些哭笑不得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以为只有小鼠那笨蛋不知道，结果这丫头也不知道。二伯母，您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没什么，西南挺好的，和小鼠一样，已经高考完了，都考得不错。那你有西南哥的联系方式吗？他的联系方式我还真没有，不过我有你夏叔叔的电话，你跟他要一下吧。那还是算了吧，要是这么做，岂不是相当于见家长了？我和西南哥八字还没一撇就见家长，羞死了。这丫头真可爱，不知道以后小鼠和小韩见到西南会是怎样一番场景。我给你收拾一下房间，今天就在这住下吧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。笨蛋小鼠，你睡了吗？
这丫头大半夜不睡觉，抽什么风呢？你有西南哥的联系方式吗？快给我一个。夏西南的联系方式，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我都没跟他联系过，谁知道那手机号还能用了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管了，快给我。请你搞清楚状况，是你求我办事，不是我求你。没事别打扰我睡觉，拉黑了。你敢拉黑我，我就去敲你房门。我今天可在你家睡了。行，手机号给你，别打扰我睡觉。收到手机号的江梦涵兴奋的小脸发红，激动无比。现在打一个电话吗？不行，这么晚了，西南哥肯定已经睡觉了。那明早打一个也不行，明早你去上课，太早了，西南哥肯定没睡醒。突然好难受，这种明明已经近在咫尺却得不到的感觉太折磨人了。他竟然联系我了，这个备用机只有他和我爸妈知道号码。说起来都怪我，当年如果不是我的冲动，我们也不会这么久没联系。不，也怪你这个笨蛋，都这么久了，也没有发现人家是女孩子，还敢把我的联系方式都给删了。不过你这开场就这么的直白吗？给我都整不会了。奇怪，西南哥在忙什么事情啊？这都10分钟了，怎么还不给我回信？严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手机号是假的？笨蛋小鼠故意骗我的。江梦涵纠结了半天，最终决定表明自己的身份。西南哥，是我，小韩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西南哥，小韩，那个总喜欢粘着我和小鼠的小丫头，怎么是你？我想要的不是你这个姓江的给我发消息，但是他怎么会有我这个手机号？少女思索片刻后，将自己的微信号发了过去，让其加微聊。而另一边的江梦涵得到微信号之后，大笑声直接回荡在了整个楼道中。西南哥的头像好奇怪，难道他也喜欢二次元吗？不过好像也正常，哪个男孩子能拒绝二次元美少女呢？西南哥，好久不见呀！好久不见，小韩，你最近怎么样？上高中了吧？学习很辛苦吧？不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。西南哥，你可是我学习的榜样，每次学习的时候想到你，我就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完蛋了，我本来还准备跟他坦白一下自己的情况呢，这下子成了他学习上的精神支柱了，还是先稳住他再说吧。江梦涵并不知道自己一直倾心的西南哥，实际上是西南姐。还在放学的时候，向穆小鼠狠狠地炫耀了一波，因为从小夏西南就亲近穆小鼠多一点。我联系上西南哥了，还加上了他的微信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温柔呢，还鼓励我好好学习，让我以后去找他玩。秀正，我还以为你表白成功了呢。不过他要是真表白了，我觉得夏西南8成会拒绝，剩下的2成，那就得看夏西南是不是男女通吃了。我跟他的关系怎么就变质了呢？大家都是男生，能不能至少不应该？实在不行，我就想办法找个钳子给他掰回去。他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当然好啦，我们可是聊了好多呢。你想要西南哥的微信吗？只要你安排我一暑假的奶茶，我就告诉你。你是不是傻？手机号可是我给你的。这个笨蛋怎么就不上钩呢？他们如今已经长大，各种事情都懂了。江梦涵其实早已经不把他这个表哥当做竞争对手了，因为在他眼里，穆小鼠最多只能成为夏西南的好兄弟，而他不一样，他未来可是要坐上正宫之位的。小表哥不足为惧，不过这个笨蛋哥哥真可恶，明明他以前和西南哥的关系那么好，可现在却是那么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都一下午了，看来我是等不到那个笨蛋给我发消息了。西南哥，穆小鼠让我代他向你问好。这个笨蛋就不能自己来说吗？他怎么不亲自来问好？他说他害羞。这个笨蛋居然还会害羞。小韩，也请你代我向他问好。阮大天的出现使得阮西西受到了刺激，还因此大病了一场。可两个孩子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考试，为期2天的中考。此刻的阮西西正在帮木薯收拾东西，一旁的女生见状不由得开始吐槽起来。这个木薯怎么感觉把阮西西当成女仆似的，什么都让她干，人家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之前还觉得他挺帅的，现在感觉有点下头。阮西西听到这些话没有回应，只是冷冷地看了过去。木薯很好，但是他不想让别人发现他有多好。你快别说了，他的眼神好恐怖啊！阮西西见两人闭嘴了，收回目光，却发现旁边多了一个人。你好，阮西西，我很喜欢你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正上厕所回来的木薯一进门就看见了这让他无语的一幕。卧槽，这兄弟真勇啊！毕业就告白，怎么个事啊？这小子咋还想挖我的白菜呢？还不等木薯多想，下一秒这颗小白菜就变成了寒冰射手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不喜欢成绩比我差的。常年在第2、3名徘徊的李乐脸上的表情凝固了，他有些不甘心的再次开口。那要是我上了高中，哪天成绩考过你了？那时候我可能已经找到新的拒绝理由了。我平时怎么没发现这丫头嘴这么厉害呢？此刻的阮西西已经看到了木薯，不想破坏自己在他心中软糯的形象，于是又补了一句：不好意思啊，你是个好人，这样显得温和一点了吧？
就从朋友做起也不行吗？说不定哪天你发现其实我们挺合适的。我不跟对我有好感的男生做朋友。那江木薯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阮西西一直冷淡的脸上也露出了困惑的表情。关木薯什么事？你不是说你不跟喜欢你的男生做朋友吗？那江木薯呢？我知道你们不是亲兄妹，你们关系也很好啊。李乐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他感觉自己的勇气用光了，他突然有点害怕，但是阮西西眼里却突然冒出了光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木薯喜欢我？这就是学霸吗？这么会抓重点。对光，我怎么没考虑过这个可能呢？木薯看不下去了，原本想着不让这哥们尴尬，现在却变成了他有些尴尬。东西收好了吗？走了。见到讨论的正主来了，李乐到底是脸皮薄，不好意思了，有些慌乱的要转身离开。阮西西却忽然回答了他刚刚的那个问题。木薯是不一样的。在阮西西这里，木薯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。我们去哪里吃饭？对啊，我们去哪里吃饭？看着不请自来的齐汉，阮西西直接表演了一个笑容消失术。吃烤肉吧，我感觉考试消耗了我所有的体力，很需要吃点肉。复议。最后阮西西也没能如愿，和木薯单独两人吃饭，而且路上还捡到了一个周轩轩。好，完事了，庆祝一下呗。未成年禁止饮酒，喝一点没关系吧？阮西西很讨厌酒味，因为她的童年就是那个充满酒味的房间，还有那个烂醉如泥的阮大天，所以她也不想让她最喜欢的木薯染上这种味道。所以当齐汉想要给木薯倒酒的时候，他直接伸手挡住了杯子，刚好木薯也伸手了，大手碰小手的那一刻，阮西西脑子里又闪过了李乐的质问：木薯喜欢我吗？阮西西心跳有些乱，愣愣地看着木薯。木薯和齐汉正在争论着什么，而一旁的周轩轩正滴溜着一双大眼睛，在阮西西和木薯的脸上转啊转，最后定格在阮西西那有些红的脸蛋上。我的个乖乖，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。行了，听我的，我一人请你们一罐旺旺奶就行了。最后两人的争论以木薯拍板结束了，几个边吃边聊，期间周轩轩还是瞪着眼往木薯和阮西西身上看，太明显了，阮西西想忽略都不行，所以周轩轩猛地对上他那双没有感情的大眼睛时，还吓了一跳。唯独看木薯是不一样的，这让周轩轩越发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。西西，陪我去上厕所好不好？阮西西不理解为什么上厕所要人陪，但他已经习惯了，习惯的假装自己融入了集体。鼠哥，我刚刚憋了一路了，有个问题真的很想问。别问，你继续憋着吧。你跟阮西西什么情况？别说你俩没事，我是肯定不信的。要不是今天这事，我都忘了你俩其实也不是亲兄妹了。我说你怎么老是对那些喜欢阮西西的男生没好脸色呢？之前还以为你是妹控，结果你小子该不会是在玩养成吧？话音刚落就被木薯捶了下脑袋，明明比木薯高大，却敢怒不敢言地瞪着木薯。别问，问就是每次木薯凶起来跟他爸似的让人害怕。你脑袋里面天天装的什么东西？什么情情爱爱的？你这个年纪就该好好学习，反正谁来骚扰阮小溪，学习都不行。你以后少看点不三不四的。你这是什么爹味发言啊？还好好学习，一天天的跟我爸似的。你要是愿意叫我一声爸，也不是不行。别再乱说话了，影响阮小溪学习就是不行。这还用我们影响啊？阮西西看你的眼神就不清白。木薯成功阻止了齐汉的胡说八道，可另一边的周轩轩可是爱幻想的情感大师，脑袋里面装满了言情小说。西西，你对木薯是什么感觉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也想跟木薯告白？之前有过一个女生偷偷找阮西西帮忙，让她约木薯出来。虽然阮西西没接触过这些，但是她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姑娘就是想告白，直接就给拒绝了。木薯才不能喜欢别的女孩呢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啊！木薯就不是我的菜。等会，现在在说你的问题呢，你是喜欢木薯吗？不止，木薯是不一样的。他觉得普通的喜欢是不能定义自己对木薯的感情的。他对木薯大概是周轩轩他们看的小说里面说的我命都给你的那种，但在他这里不是情话，而是真的。周轩轩看着阮西西离开的身影，欲言又止。这不就是喜欢吗？可是木薯好像是真的把你当妹妹啊。吃完饭后，木薯就带着阮西西坐车回家了。木薯低头玩着手机，阮西西侧头看着他心跳又变快了。只要想到木薯，想到那个叫喜欢的词，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木薯大概是他平静生活里唯一的波澜。他喜欢这种感觉，他喜欢木薯，他想，他应该跟周轩轩说自己是喜欢木薯的，虽然不只是喜欢。童生回到8岁，为了防止青梅再次病娇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，言传身教。本以为青梅会在我的教导下茁壮成长，可直到那天，我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载着关于我的一切：第一次给她棉花糖的日期，带她回家的日期，第一次牵手的日期，甚至还有我第一次梦遗的日期，字迹密密麻麻，从稚嫩到成熟。木薯，今天李乐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呀，怎么了？你不会是对那小子有意思吧？说话间已经开始忍不住皱眉了。你现在还小，可不要想这些事情啊！这好好的才刚要上高中呢，谈什么恋爱呀？木薯语气有些急，心里更有一种怪异感。他强迫自己忽略心里的怪异，不敢细想。阮西西看到木薯有些急了，心里很是开心。我不喜欢他，那你提他干什么？我就是今天才发现，原来大家看我们之间的感情好像不太一样。还有，我告诉他，木薯是不一样的。在我这里，木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。阮西西认真说着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闪着光，带着执拗。木薯看着他，感觉自己的心跳有些不正常了。
现在的这些小孩都是怎么了？这才刚中考完，不是高考完。木薯有些烦躁，不是别的，主要是为了自己内部争气的心跳。回家了，想什么呢？你还记得答应过我的事吗？记得呀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木薯，你放心。叫什么木薯？叫哥。木薯声音有些凶，阮西西跟在他后面小声嘀咕。才不呢，以前可以叫哥，现在不行了。因为他已经发现自己喜欢木薯了，那就不是哥哥了。他觉得他应该上网查查看怎么去喜欢一个人，因为他从来没想过去喜欢一个男生。因为木薯从小就跟他说，学习才是最重要的。回到家后，阮西西从抽屉里找出来一个本子，翻到新的一页。在中考结束的这一天，我发现了自己的小秘密。我很喜欢木薯，不只是喜欢，是想要一直拥有它。所以我要更加努力，给木薯最好的一切。在他的世界里，喜欢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。童年从来没被爱过的孩子，很难学会喜欢。他曾经被爱过，也被抛弃过，被江家人带回了家。可是他对江家的夫妇二人都是感激，唯独对木薯不是。放假后的木薯过得既舒服又不舒服，因为齐汉和阮西西的话终究还是对他有影响了。他怕阮西西对他产生其他感情，更怕自己对阮西西产生其他感情。木薯，吃西瓜了，叫哥。夏天的西瓜光是闻着味都能让人变得凉爽，但阮西西却没吃，因为她生理期到了。木薯这才注意到她脸色有些白。你干嘛不说一声，还给我去切西瓜？你是不是傻？说着便起身进了厨房。阮西西眉眼弯弯地看着他，知道他是去给自己煮红糖姜茶了。其实他刚刚能自己顺便煮的，可是他就是故意的。他喜欢看木薯为了他忙前忙后的样子，他喜欢看木薯心疼他的样子。阮西西拿着装有西瓜的碗，想要喂木薯吃西瓜。少放点姜吧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少放还有什么用？你把那个碗放下，那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下次再这样，当心我揍你。木薯语气很凶，样子也很凶，可阮西西笑得很甜，就这么看着他，软软糯糯的。我下次注意。木薯每次看他这样子，都有一种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，想伸手捏他的脸，又想到手上还沾满了姜汁，可是阮西西却主动把脸伸了过来。他讨厌的姜汁碰到了他的脸，可他好像没什么感觉一样。你捏吧，我不躲。看着眼前漂亮的小鹿眼，木薯只感觉手上的温度甚至比阮西西脸上的温度还要高。你在这影响到我了，出去等着。阮西西哦了一声，乖乖的出去了。其实他看了很多资料了，知道就木薯这样的性子，大概是急不来的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不缺耐心，温水煮木薯，我还是很有信心的。阮西西生理期来的突然，两人也没办法出去，正好苏英给他们带回来了高中的教材，让他们有空了看一下。于是阮西西每天都在木薯面前小心翼翼地问：哥，一起学习可以吗？不行。然后第二天又来：哥，一起学习吗？我想跟你同一个班，以后去同一个学校。眼神可怜兮兮的。木薯这个人活了2辈子都是吃亏在心太软，特别是对阮西西。偏偏阮西西被拒绝后，从来不吵不闹，也没脾气，偏偏就是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吃定了木薯。第3天的时候，木薯直接放弃了。阮西西来的时候，他书都摆好了。虽然木薯不喜欢学习，但是他要让阮西西多一条出路。转眼间中考成绩就出来了，没有意外，阮西西直接就是中考状元。木薯虽然比不上他，但也考得不错，所以苏英和姜维明都很高兴。考得这么好，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吗？苏姨，我没什么想要的礼物，我能有这个成绩已经很高兴了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那我就自己给你准备了。阮西西连忙拒绝，可是苏英可不管这个，然后目光落在了一直没说话的木薯身上。怎么了，少爷？你想要什么？平时这个时候你可早就说出了你的诉求了。小鼠快说，你妈妈不给买，我偷偷给你补全也行。然后就被苏英瞪了一眼。木薯此刻有些犹豫，他不想放弃学画画，他对高中的课程也没什么信心，毕竟重生不加智商，该不会的数学题还是不会。妈，是不是不太过分的要求你都会答应啊？理论上是这样的，干嘛？你不会是想和我说你不读高中了吧？这倒也不至于，就是我想走艺术，学画画。他的话音一落，几人都安静了下来。阮西西还有些没回过神来。木薯要学画画，那我以后就不能和他一个班了。我会画画吗？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。阮西西脸色也变了，木薯有些无奈，但话都说出口了，他也没再犹豫。小鼠，你成绩不错，不需要走艺术的路子。就是啊，小鼠，学艺术也不容易，很累的。我初中已经很努力了，可你们也看到了，成绩也就那样。我总不能一直靠着阮小西吧？他以后说不定能考高考状元呢，不能在我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。我不觉得浪费，我可以的，我真的可以的，你没有浪费我的时间。就算你帮我，我也只能上个本科，你以后肯定要去重点大学的。我要是学艺术，只要现在成绩保持住，大概也许也能上个重点吧。木薯是知道怎么拿捏阮西西的，同时这话也是和他爸妈说的。果然他们犹豫了，说要考虑一下，没有直接反对就是成功了一半。木薯很开心，但是有人不开心了。重生回到8岁，为了防止青梅再次病娇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，言传身教。本以为青梅会在我的教导下茁壮成长，可直到那天，我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载着关于我的一切：第一次给她棉花糖的日期，带她回家的日期，第一次牵手的日期，甚至还有我第一次梦遗的日期。字迹密密麻麻，从稚嫩到成熟。
哥，你能不能不读艺术啊？我可以教你的。你读艺术，我们就不能在一个班了。前几天一中联系他的时候，他还提了一个要求，要跟木薯在一个班。如果木薯读艺术，那就不可以了。可是阮小溪，有的人很努力读书了，也就这个样子了。我就是那种人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而且就算是分班，也是高3了。而且不在一个班，我们还是能一起上下学的，还能一起回家。毕竟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木薯语气很轻，也仔细看着阮西西的反应，然后精准捕捉到了他眼里一闪而过的阴沉。木薯心中一咯噔，赶紧加了一句：不过我永远是你哥，以后的事情以后说。学艺术这个事，我是认真考虑过的，你会支持我的，对吗？要是你也反对，家里就没人会支持我了。阮西西就这么抿着嘴看着木薯，过了好一会才开口：学艺术贵吗？还行吧。你可别想了，你的成绩那么好，是要考状元的料子，不要想这些事，知道吗？阮西西被他看透了内心的想法，也不吭声。其实他查了一下，自己是支撑不起学艺术的钱的，他总不能问苏毅他们要钱吧，于是更加烦躁了。阮小溪，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呢？好好学习，其他的事情不要多想。起码现在我们是会一直在一起的。阮西西明显没有被木薯的话安抚住，但是他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后面几天他的脸色都算不上好，做什么事情都有些心不在焉。这几天天气一直在下雨，木薯在武馆等阮西西下课的时候，又看到了那个熟悉却让他不舒服的身影。这次木薯没有走，就这么看着阮大天坐在了他旁边。江家小子在等西西下课呀。阮大天笑着看着木薯，只是那笑怎么看都是不怀好意的，他甚至亲昵的叫了西西。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呀，我跟着过来的呀，我跟了你们2天了。你跟着我们干什么？我爸妈应该是给过你钱了吧？谈过了，钱也拿了，可是我这不是花完了吗？我听说我的好闺女可是考了个状元，学校估计给了不少钱吧？她当女儿的弄点钱给老子花花怎么了？阮大天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那个嘴脸让人看了就想动手给他一拳。那些钱是要读书用的，不读书又没什么关系，就他那张脸，不读书也能过得很好的。你也不想我去找阮西西吧？不然这样，你给我1万块，我就不找了。别说我是欺负你们小孩，我可是知道的。阮西西的奖金可不止这些。木薯就这么看着阮大天，没接话。他不相信阮大天，毕竟阮大天的话跟放屁似的，没任何用。既然我爸妈和陈慧都解决不了你，那就我来吧。没有人能毁掉这辈子的阮西西。没问题，可是我一时半会没这么多钱，你等我几天行吗？但是说好了的，我给你钱，你不要去找阮西西。阮大天像是没想到木薯这么好骗，愣了一下，但又一想这种象牙塔里的小少爷好骗也正常。当然，西西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也想他过得好的。阮叔跟你保证，我拿了钱就不打扰他。好，你留个号码，我迟点会联系你的。直接用手机不就行了？坏了，准备买新的，到时候卖了新的给你凑钱。你该走了，一会阮小溪下课了。阮大天见能拿到钱也很好说话，只是走之前还是警告似的说了一句：我最多等你5天。阮大天走后，木薯看向还在录音的手机，还远远不够，他要的是让他进去以后再也出不来。外面的雨很大，大到正在思考的木薯不知道什么时候阮西西已经走过来。木薯，你在发呆吗？你下课了吗？木薯瞬间惊醒，手上自然的收拾桌面上的东西。阮西西低头看去，瞳孔猛地一缩，那熟悉的字迹，还有那个手机号码。阮大天，今天下课这么早？老师的老婆要生了，只是跟同学对打了一下就结束了。赢了吗？赢了。赢了怎么还不高兴？今晚不跟你抢鸡腿了。阮西西没接话，只是看着那把倾斜过来的伞。木薯总是这样，嘴硬心软，事实上总是护着他。木薯，你会一直保护我吗？木薯早已经习惯了阮西西时不时没有安全感的样子，并没有多想。当然会，以后就算是不在一个班，我们还在一个家呢。还记得我给你的小葫芦吗？叫一声我就出来保护你。他还跟小时候一样哄着阮西西，阮西西也笑了。那个葫芦被他用红绳挂在了脖子上，紧紧地贴在他身上。木薯是我的超级英雄，所以我不能让那些脏东西沾上你。两人回到家后，木薯直接就去洗了个澡。回到房间后，发现自己的包已经被阮西西放了回来，还不等他整理自己的画稿，就听见苏音喊他吃饭了，所以他并没有发现阮大天写过的稿纸已经不见了。小鼠，我跟你爸商量过了，我们可以尊重你的兴趣爱好，可是你要陪妈妈去见一个老师，你要被考核一下，毕竟学美术这条路，你要是一点天赋都没有，也不好走。其实苏英是更愿意木薯好好读书的，可是她那天说的话，她跟丈夫后来也聊过，明明她跟丈夫都是学霸，偏偏他们儿子好像没有遗传到，他们也不能一直让阮西西追着木薯往前走。虽然他们都知道阮西西是愿意的，所以夫妻俩还是松口了。没问题，妈你放心，我保证给你长脸。你得了吧，你不给我丢脸就好了。阮西西看着木薯不加掩饰的高兴，越发的不高兴了。她以前总想快点长大，长大了就不会再怕阮大天了。可是要长大的代价却变成了跟木薯离得越来越远。她突然一点都不想长大了。他们俩这感情还真是从小就好啊，兄妹不都这样？他们可不是亲兄妹，这感情还是要注意一下。而且小鼠要读美术了，阮大天那边他们给不了太多的钱了，而且姜维民也说不清为什么阮西西来了家里这么多年了，他总是觉得这姑娘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乖巧。他是看到过阮西西瞪着阮大天的眼神的，那么小的孩子眼里却是恨不得杀人的目光。虽然阮大天不能算是个人，
我还是觉得西西这丫头不对劲，可偏偏儿子跟媳妇都很喜欢西西。我还是相信小鼠和西西的。至于阮大天的事，不行我再找陈辉谈谈，我们也没那么多钱给阮大天。实在不行，还是把他弄进去吧。苏英之前都是反对的，此刻却是沉默了。童生回到8岁，为了防止青梅再次病娇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，言传身教。本以为青梅会在我的教导下茁壮成长，可直到那天，我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载着关于我的一切：第一次给她棉花糖的日期，带她回家的日期，第一次牵手的日期，甚至还有我第一次梦遗的日期，字迹密密麻麻，从稚嫩到成熟。学习也要讲究劳逸结合，休息一会吧。还好，这点强度不算什么。我整理了一些知识点，一会你拿回去。其实不用特意给我准备知识点了，今晚我妈也说了，我后天就去那个老师那边考核一下。你不相信，你哥能考好吗？阮西西总是无条件的相信木薯，可是此刻却抿着嘴不说话了。他内心甚至希望木薯的考试过不了，虽然这种想法太自私，可是这样木薯就能一直陪着他了。但最后阮西西也只是想了想，你一定会过的，我相信你。阮西西之前也看过木薯随手画的画，那个时候他就觉得画的挺好的，可是他却想不到木薯会有一天因为画画离开他。好了，你休息一会，去洗个手过来喝糖水，我来帮你收拾。阮西西应了一声出去了，木薯顺手帮他收拾桌面，都是卷子和书。自律的阮西西让木薯一个成年人感到心虚。阮西西回来的时候发现桌面被整理好了，心里一惊，随即想到写有电话的那张纸被他塞到书里了，木薯也未必会看到。站着干什么？来喝糖水，一会凉了。阮小西怎么回事？看起来些恍惚的样子，我学画画的影响有这么大吗？阮小西，你是不是心里藏着什么事啊？阮西西听到这话，顿时一惊，第一反应就是木薯知道了，然后就呛道：“慢点喝，不着急，我又不跟你抢。”好一会，阮西西才缓过劲来，眼里都多了一层泪光。你这反应我都觉得你是心虚了。阮西西也不说话，就这么睁着带有泪光的大眼睛看着木薯。阮西西长得好看，木薯从小就知道，他以为他自己都免疫了，可此刻却被对到眼前的美颜暴击了，脑子里有一瞬间忘了自己要说什么。他伸手按住了阮西西的脸，不要瞪着一双大眼睛不吭声。他是不是一点都不喜欢我呀？我都这么看着他了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没有什么事瞒着你，也没藏着什么事。阮西西说话时候的气息喷在了木薯的手上，木薯像是忽然感觉有些烫一样收回了手，心跳有些快，自然也就没注意到阮西西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些闪烁。你最好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，你一个小孩子也琢磨不明白对吧？说的你不是小孩子一样，怎么说话呢？我是你哥。阮西西不看他了，拿过一旁给他整理好的笔记。你的笔记？小孩长大了真烦人，哪有小时候跟在自己身后叫哥哥的样子可爱？没大没小的，我回去了。就在木薯转身的时候，阮西西伸手拉住了他。怎么了？今晚能一起睡吗？想屁吃！我爸妈不得打死我，自己睡。要是睡不着，我给你发个催眠音乐。哎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毕竟木薯的睡眠质量好的跟昏迷似的，根本不需要什么催眠音乐。之前齐汉说他有段时间失眠，就是听这个，我给你要的。你不是总睡不好吗？你要好好睡觉才能长大。你今年都没怎么长高了，小心变成个小矮子。我才不需要什么催眠音乐，只有你在身边，我才能安心睡着。木薯回到房间后，整理了一下自己今天画的稿子，很快就发现了写着阮大天号码的稿子不见了。还好手机号记着了。现在的问题是他要怎么把阮大天弄进去？阮大天这人算是五毒俱全了，什么都沾。木薯这边还在制定着计划。一墙之隔的阮西西已经给阮大天发信息了。你找木薯了？要钱还是要什么？你找我，不要找他。阮西西的脸色冷淡，他要做的是永绝后患。他不跟木薯说，因为他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同意。可是对阮大天这种人，不狠一点是甩不掉的。他轻轻摩擦了一下木薯给他的小葫芦，他的英雄保护了他这么久，这次该他来了。这2天木薯有些忙，有时间了就往外跑，所以也没注意到阮西西这2天出去买菜都比平时晚回来1个小时。等到木薯要跟苏英去考试的那天，他总觉得心里不舒服，眼皮还一直跳。你不跟我一起去？平时那么黏我，今天咋了？我等你回来，苏姨给了我一套题呢，我差几题没做完。你还是小孩啊，出去还要西西陪。木薯没动，就这么看着阮西西。阮西西的心跳很快，就怕木薯看出来什么，但是脸上的表情倒是没什么变化，看起来还是乖乖巧巧的。行，那你在家等我，回来我给你带楼下那家的什么水牛奶还是啥，听说好喝，你等我回来。西西，中午阿姨不在家吃饭，你俩吃啊，叫小鼠给你做。放心，不会饿到您闺女的。阮小西，等我给你买吃的回来。你今天干嘛呢？不知道，有些心神不宁的。紧张了，觉得自己不行？那不可能，我真的行。那最好是，这个老师可严格了，你别被骂哭了。木薯没想到这老师是真的严格呀，就是上辈子高3带他的那个老师。最后木薯有惊无险的通过了考核，虽然也被骂了一顿，出来的时候都12点多了。木薯看了一眼手机，没有阮西西的信息，电话也打不通，那种不安的感觉再次涌了上来。飞奔回家的木薯没看到阮西西的人，反而看到了那张本该丢失的稿纸。他给阮大天打去电话，通了但没人接，他又给齐汉打了电话，齐汉家就在他们老小区不远处。齐汉，你帮我回去我们老房子看看，看看阮小西在不在。怎么了，鼠哥？他爸出来了，我马上就到，你帮我去看看，要是阮小西受到伤害，你帮帮他。
阮西西被他爸虐待的事，他们这几个老同学都知道。小时候不懂事，还欺负过阮西西，但现在都知道阮西西小时候过得有多惨了。木薯直接抄近道走。等他赶到的时候，齐汉正在撞门，屋里正传出打骂声。两人合力将门撞开后，看到的是一身血的阮西西，还有拿着刀正要站起来的阮大天。阮大天愣了一下，随即就要向阮西西冲去。你个小贱人，老子今天打不死你！木薯眼眶，直接从背后飞起一拳，齐汉趁势压了上去。木薯看向目光闪躲的阮西西，他全身都在抖，不知道是疼的还是因为忽然出现的木薯。他身上的伤口在一直流血，那血一滴滴的滴进了木薯的心里，烫得他一个大男人想哭。当阮大天再一次找上门的时候，木薯终于决定下套把他送进去。就在他暗中安排布置一切的时候，却没发现阮西西已经知道了他和阮大天的见面，还瞒着木薯独自找上了阮大天。查出后不对劲的木薯看到的是一身血的阮西西。我不管你在哪，现在西西被阮大天打的住院了，你当妈的就给钱什么都不管，你要么现在过来，要么我就去你老公家里找你。声音里的严厉和失望让木薯回过神来了。一旁的齐汉见到苏英条件反射的喊了声老师，苏英的脸色跟木薯的一样难看，他扯出一个笑。齐汉，谢谢你啊。西西怎么样了？全身都是伤，还有多处刀伤。这阮大天真是个畜生啊！刚刚齐汉是在家里玩游戏的，接到木薯的电话就第一时间打了过去。现在想到自己小时候还欺负过阮西西，就恨不得给自己2个嘴巴子。没事的，西西会没事的。苏英声音有些抖，手也有些抖。阮大天已经被警察带走了，他身上也多处骨折，不过没阮西西那么严重。他们还在阮大天的房子里发现了摄像头，拿回去了。事情的经过很快就清楚了，加上王凤他们录口供的时候，都老实的说了阮大天打跑了老婆，从小就打阮西西，事情都是江为民处理的。木薯一直都在病房等着阮西西醒来。齐汉已经先回去了，陈慧也终于来了，脸色很不好，只是看了一眼阮西西就叫苏英出去了。苏姐，你再帮帮我，我不行的，我老公不知道我有孩子，他再有个2-3年就成年了。阮大天这次怎么也要进去2-3年吧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西西差点没命，你还要他跟阮大天在一个户口，而且阮大天这次家暴严重，估计不会有西西的抚养权了。要不是还有你，我都让他进我们家的户口了。陈慧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不想看到西西？苏英的声音有些激动，还有些难以置信。陈慧沉默了一下，声音颤抖。苏姐，你们是好人，你要是实在不行，你们把他放到福利院吧，过2年就成年了。我老实跟你说吧，阮西西跟阮大天骨子里是一样的，5岁他就敢拿刀砍他爸。他为什么要砍阮大天？因为那天阮大天打我了，他估计是害怕，自己就去拿刀了。可是他才5岁啊，我一直保护他，我把他当成眼珠子一样护着。可是他怎么能跟阮大天一样呢？因为这个，你丢下他跑了。跟来的木薯看着眼前明显对阮西西很恐惧的陈慧，又想到了还躺在病床上的阮西西，他看不懂陈慧，他只觉得难受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之前一直被打，可我从来没想过要跑的，我就想着让他有爸爸妈妈，不用寄人篱下，有自己的家。我一直以为他跟我一样需要被保护，可他怎么跟阮大天一样冷血啊？那可是他爸爸。木薯在一旁听得差点冲上去给陈慧扬起，他听明白了，明白陈慧为什么会怕阮西西了。陈慧觉得阮西西骨子里和阮大天是一样的，他觉得阮西西长大后也会变成阮大天的样子，他接受不了，所以直接丢下孩子就跑了。木薯听明白了，但是他无法理解，也共情不了，只是冷冷地看着陈慧。我跑了，我自己去打工，我每年都会拿钱给阮大天的，我让阮大天让他去上学，我尽力了，苏姐，我尽力了，我好不容易遇到了现在的丈夫，我想着我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。他又找过来了，我那个时候感觉自己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他了，我过了几10年的苦日子了，我真的怕了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不要这样，我不能让我丈夫知道这些事。你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商量事情，你先起来。你不是不想见到阮西西了吗？给他买个房子，把他的户口单独迁出来，他未成年，你还是他名义上的监护人，你可以背着你丈夫操作，只是麻烦一点。他不能直接落户到你们家吗？他很喜欢你们。不能，无论怎么样，阮西西的监护权都会落在你身上，走法院也只会强制执行，因为你有能力，有经济条件，不是你不想要就不要的。你只要没出事，他的第一监护人只能是你。木薯想得很简单，既然陈慧不想要阮西西了，那么他木薯养着就好了。而且阮西西太苦，木薯就想最大可能的给他争取一些的东西，比如这个房子，起码以后他就有自己的家了。阮西西这些年虽然一直住在他们家里，可他骨子里的孤独是藏不住的。陈慧可怜吗？是可怜的，可是人心是偏的，木薯一点都不同情陈慧，他只心疼阮西西，心疼那个小小的无辜的阮西西。你就按小鼠说的做，这样西西的户口就是独立的了，以后我们管他，你们不见面就不要见了。还有，我们会起诉阮大天，希望你能拿出个当妈的样子，让阮大天进去久一点。我有之前的就医报告，我知道要怎么做了，可是我不能露脸，我现在有丈夫有孩子，
可是阮西西也是你的孩子。木薯听不下去了，再待下去他怕他会冲上去给陈慧2拳。回到病房的木薯看着依旧昏迷的阮西西，他想不明白，这么懂事的小姑娘怎么就这么苦呢？这几天苏英和姜维民忙得脚不沾地，找律师，去警局，再加上自身的工作也忙，木薯还把之前阮大天勒索他的录音发给了苏英，然后就发现苏英上次见阮大天的时候也录了音，那次阮大天问他要了3万块。一直守着阮西西的木薯忽然发现他的眼睛动了一下，然后就醒了过来。木薯连忙叫了护士过来。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很疼？药里面有止疼效果。我不疼，全身都成伤口了，还不疼？不用忍着，老实说。你这小姑娘倒是能忍，刚刚你哥都偷偷掉眼泪了，你哪里不舒服要说出来，可不许忍着。其实这个你不用说。有什么事情就喊我，要是太疼了，间隔时间到了也能打止疼药。阮西西受伤的原因，这里的人基本都知道了。年纪又小，还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总是让人心疼的。所以护士也特别有耐心。等护士走后，看着木薯那张明显是生气的脸，阮西西又露出了可怜兮兮的样子。你别跟我来这套，等你好了，我再收拾你。木薯心情很复杂，既心疼又生气。明明他都布置好了，就等阮大天上钩了，可偏偏阮西西先动手了。木薯压根就没考虑阮西西会这么做，因为这些年他表现得太乖了，让木薯一度以为自己的教育颇有效果，从始至终没有怀疑过阮西西。童生回到8岁，为了防止青梅再次病娇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言传身教。本以为青梅会在我的教导下茁壮成长，可直到那天，我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载着关于我的一切：第一次给她棉花糖的日期，带她回家的日期，第一次牵手的日期，甚至还有我第一次梦遗的日期。字迹密密麻麻，从稚嫩到成熟。不要乱动，你伤得很重，这阵子就在床上好好躺着吧。哥哥，阮大天家里有监控，我的电脑应该能看到。警察已经发现了，拿走了。我爸妈在找律师，你放心，你的户口这下彻底跟他分开了。这下满意了吗，阮西西？木薯声音有些冷。阮西西看着明显是生气的木薯，全然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就要起来。躺好，不许乱动。哥哥，我可以解释的。闭嘴！阮小西，你是真的不知道疼是吗？木薯的声音带着着急，阮西西不敢动了，又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着木薯。我其实感觉还好，我就是不想让阮大天缠上你们，特别是你。哥哥，我心里有数的，我不会杀了他，也不会让他杀了我的，你不要丢下我。阮西西很害怕，他不怕死，可他怕木薯不要他了。他知道木薯现在很生气，气他不听话。木薯确实很生气，或者说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在阮大天出现的第一时间就把他弄进去，不管进去多久，起码进去了。阮小西，我不会丢下你的，我答应过要保护你的。哥哥是我的超级英雄，我一喊你就出现了，比葫芦娃还管用。直白的话语很轻松的就击中了木薯的内心，他不敢想当时的阮西西在心底呼唤了他多少次。苏英当天晚上没来，是木薯陪的床。这一晚上木薯没敢休息，因为他发现阮西西明明很疼，可偏偏却不开口。木薯很生气，叫了护士给他打了止疼的药，就这么守在他身边盯着他。等到第二天苏英来的时候，一进门就发现受伤的阮西西竟然在软声细语的哄着木薯。苏英伸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倒霉儿子，西西都受伤了还得哄你啊？西西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话还没说完，苏英眼眶又红了。阮西西是他这么多年看着一丢丢的变好的，可此刻好像又回到了当初那破碎的样子。妈，那我回去休息了。守了一夜了，你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木薯刚出去就有电话打了过来。老板，鱼跑了吗？今天没来，钩子都下了3天了，今天该是上钩了。没事了，以后都去不了了，钱不用退了，就当请兄弟们吃饭了，这阵子辛苦了。那就谢谢老板了，以后有麻烦还找我们。就差这1-2天了，怪我这阵子太忙了，没注意到他的异常。找人用了点时间，说服他们给钱做局用了几天。今天本该是他送阮大天进去的日子，木薯2辈子的人生都很顺遂，第一次做这种事情，却是输在了没有阮西西心狠上。这丫头太狠了，对自己太狠了。我想招法的保护你，你倒好，直接用自己做局，生怕我护得住你是吧？后面的日子，一直到阮西西出院，木薯都没有再对他生气了，因为木薯想明白了，以前的他是一切顺其自然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有阮西西了，他只有变得足够强，才能护得住他。因为阮西西是真的会拼命的，而他可以不要的，却恰好是木薯想要护住的。期间陈慧来过一次，跟阮西西单独在病房里聊了一会，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了。阮西西也只是说自己以后就是一个人了。苏英他们也没多问。出院回到家的那天，姜维明带回了一个好消息，阮大天被正式逮捕了，因为警察还在他家里发现了白粉。西西，你身体还没好透，还需要静养。小鼠带西西回房间休息，还有过几天你们高中的军训，西西就不要去了。我要去。阮西西语气很坚定，他想跟木薯一起军训。木薯看了一眼他那还虚弱的身体，你这个状态去了干嘛？晒太阳吗？木薯一开口，阮西西瞬间软了下来，看着他垂着眼小声道歉。我不会添麻烦的，不想添麻烦就乖乖的待在家，听话。哥哥，我警告你，别给我整这套。
其实西西想感受一下军训氛围也是好的，可以和老师说明情况，一起跟着看看也行。不过军训的时候你就不要训练了，但是这种军训估计也要写什么心得之类的东西，也很烦的。正在努力想办法说服木薯的阮西西，一听这话，立马回道：“我可以写的。”你可以个屁！你那手上的伤都不是伤了吗？木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阮西西小声的打断了。我想跟你一起军训，不然住校7天，我就有7天见不到你了。他们7天军训都是住校的，木薯依旧对可怜兮兮的阮西西没有抵抗力。行吧，随便你，你自己回房吧，都能写心得了，估计也不用我扶了。看着木薯转身回自己房间了，阮西西想跟上去，可是江维民还在看着呢，他只能乖乖的回自己房间。木薯还是很了解阮西西的，所以当天晚上压根没有睡觉，就在房间等着他。果然晚上12点多，从房门口摸进来一只瘦瘦的小老鼠。阮西西刚刚小心的关上木薯的房门，然后就看到房间里的灯亮了起来。本该在睡觉的木薯此刻就坐在书桌前看着他，阮西西瞬间全身就僵硬了起来。晚上好呀，阮西西。木薯的声音听不出情绪，阮西西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明明很温和的木薯，却莫名的感觉有些害怕。阮西西从来都觉得木薯是个软柿子，嘴硬心软的那种，平常虽然也会被凶一下，但阮西西很是捧场，配合的也很好。但实际上他从来没害怕过木薯，可是此刻他真的有些害怕。他小声的叫了一声哥哥，又变成了可怜兮兮的样子看着木薯。木薯心情很复杂，生气有一点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挫败感。毕竟自己这么多年给他灌输的思想，他都是阳奉阴违，当他面一套，背地里一套，也气自己的不争气。明明知道眼前的阮西西是故意露出这么一副样子的，可就是控制不住的心软。重生回到8岁，为了防止青梅再次病娇，我决定把她养在身边，言传身教。本以为青梅会在我的教导下茁壮成长，可直到那天，我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载着关于我的一切：第一次给她棉花糖的日期，带她回家的日期，第一次牵手的日期，甚至还有我第一次梦遗的日期，字迹密密麻麻，从稚嫩到成熟。阮小西，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我房间干什么？阮西西张了张嘴，脑子里闪过了很多借口，可是对上木薯的目光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这都凌晨了，自己半夜摸进来，该找什么借口呢？木薯那么聪明，好像什么借口都骗不了他的。想到这，阮西西决定先把道歉的话说了，这样木薯就不好意思骂他了。对不起。过来。阮西西看了他一眼，明显感觉到他的态度软了下来，小心的走了过去。结果上一秒还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下一秒就被木薯的话惊得呆住了。要抱抱吗？阮西西的眼眶瞬间就红了，这阵子的委屈像是压不住了，他毫不犹豫的抱住了木薯。木薯的心软成一团，微微用力把阮西西抱在怀中。他总是这样，像是浑身带刺的小刺猬，可是唯独在木薯靠近的时候，毫不犹豫的露出自己没有刺的小肚。对不起，我说过的，你叫我就会出现，我没做到。他气自己明明感觉到不对劲了，为什么不多问一句？气自己之前就不该想那么多。阮大天勒索他，直接送进去就好了，关不了多久，起码进去了。这些年阮西西太乖了，让木薯有些忘了，他从来都是他，只是在对着木薯的时候乖而已。哥哥，跟你没关系的，你不用说对不起，我自由了。你们也是，以后他再也不敢来了，也来不了了。我不能让他威胁你们的，我害怕哪天苏姨和江叔叔觉得我是麻烦，我怕我再也不能跟在你身边了。这个世界对他好的人太少了，他不能再失去了。特别是木薯，如果阮大天是直接来找阮西西的，或许他都不会那么极端。哥哥，我心里有数的，我们还要一起上学呢，我可舍不得离开你。阮小西，我要你答应我，这种事以后都不能发生了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你都要保护好自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阮西西想也没想的就应了下来，木薯自然是不信的，因为阮西西每次都答应的干脆，结果却是另一回事。这样的答应我不相信，你发誓，要是你以后食言了，就罚你永远也见不到我了，或者是所有你身上的伤我都会体验一次。木薯的声音很轻，却成功的让阮西西的身体僵住了。木薯自然是知道阮西西最在乎的是什么。阮西西，以前我愿意宠着你，总是觉得你还小，什么都由着你，可是现在我发现你做事太过极端了，你发誓吧。哥哥，不要叫哥哥了，你今天就算是哥哥成母鸡也没用。木薯直接打断施法，每次他都会心软，所以干脆不听了，甚至还补了一刀。还是说你不要我管了？啊，要的，哥哥不要不管我，我以后真的会听话的，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，这次我真的错了。看着阮西西这副惊恐的样子，换做往常木薯早就心软了，但是此刻他的语气却格外的坚定。那你发誓，用我刚刚说的话发誓。阮小西，你发誓了，我就信你，要不然今天你出了这个门，以后我们就各过各的，你也别叫我哥了。我不要。哥哥，我有我自己可以吗？我要是再这样，我就天打雷。闭嘴。阮小西，这次和以往都不一样，不要和我来这一套。人只有用自己最在乎的东西来发誓，才会愿意去遵守。能让阮西西这个小怪物心疼的，就只有木薯了。木薯知道他最在乎的是什么，一直都知道。可是阮西西不敢，他可以用自己发誓，在他看来，自己烂命一条不值钱，唯独木薯不行。
来发誓，阮小溪，你发誓了，我还是你哥哥，你不发誓。木薯话顿住了，就这么看着阮西西，明明被阮大天打成那样都没落一滴泪的阮西西，此刻却泪流满面。他的年纪终究还是太小了，木薯的一击即中，让他的心里根本就承受不住。可偏偏木薯这一次就铁了心了，我不要。哥哥，那就出去吧，以后也不要进来了，我们以后就是一个房檐下的陌生人。被推开的阮西西满脸都是不知所措，眼里的情绪更是沉得透不出一丝光亮。木薯不敢再看，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心软，可他不能心软，他更怕那承受不来的后果。阮西西看着木薯那冷漠的脸色，第一次有了一种自己真的会被他抛弃的感觉。木薯不要他了，只是这么一想，他都感觉到呼吸困难。我阮西西发誓，要是以后再做伤害自己的事情，就让我永远也见不到木薯。阮西西的声音有些抖，终究还是说了出来。可后半句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肯说的。他已经想好了，要是木薯真的不见他了，他就把他藏起来。木薯听到他颤抖着声音说完后，猛地松了口气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可你想过我吗？你知道我看见你一身血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？所以以后一定把保护自己放在第一位。那哥哥原谅我了是吗？原谅了。那哥哥会跟我说话了吗？会。那我可以跟哥哥一起睡吗？可以。等会，你说什么？木薯是想拒绝的，可到了嘴边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，最后还是没出息的妥协了。你睡床，我睡地。为什么呀？我们以前都是一起睡的。你也知道是以前，那个时候你才多大？你睡不睡？睡。木薯算是发现了，阮西西多少是有点不忘初心了。就像跟他睡这件事，从他跟着他们回家之后，他一直都在坚持，自己不让他进来，他就自己想办法。行了，我去拿被子。阮西西看着木薯，想说什么又不敢，只能小声的嘀咕：一起睡就好了呀，反正最后还不是一样。你想的挺美的，当我不知道你晚上爬床啊。很快两人就一个躺在了床上，一个躺在了地上。木薯睡不着，这阵子他都睡不着。阮西西老实的躺了一会，心里预计了一下时间，然后就偷摸着从床边探出了一双大眼睛。其实他也有动静，木薯就知道了，但他也没动，就这么闭着眼躺着。